姐妹两境双双重生，回到了出嫁前夕。前世姐姐嫁给不学无术的混混，妹妹嫁给了家境优渥的高富帅。本以为妹妹嫁得好，大家都等着看姐姐的笑话，可谁知姐姐的混混老公竟下海经商成了首富，妹妹的富二代老公却啥也不是，败光家产，喝多了还家暴。如今重生后，妹妹第一件事就是来抢姐姐的未婚夫。热，好热！这个男人是邓闯吗？怎么跟20年前我被下药的那天一样？难道我重生了？神仙，嘿嘿嘿，今天你逃不掉了。这时窗户却被沈柔砸破，只见她爬进来，费力地把沈心从床上拽起来。姐，我来救你了，快走！哟，小姨子来了，是要来跟我们玩双飞吗？沈柔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却反常的没有翻脸。妹妹，我们一起走吧。想走？你觉得你们走得掉吗？正好我这里有本108套自制大全，今天都试一遍。沈心气急，抄起椅子就要往邓闯头上砸，沈柔却拦住他。你把他砸坏了怎么办？你到底帮谁的？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别耽误我的好事。话说到这份上，沈心也不再劝，她从窗户爬出去后，咬着牙就跳进了河里。沈柔明显看上了邓闯，上辈子是没有这回事的，除非沈柔也重生了。想到这，沈心的药效就震惊的全退了，她连忙上了岸。上辈子我被后妈下药算计，嫁给了小混混邓闯。前妻虽然艰难，但好在赶上政策成了首富，而妹妹沈柔虽然嫁的是富二代尉迟，却嫌弃他不上进，经常吵架，被打得鼻青脸肿。再加上婆媳矛盾和魏家被举报，沈柔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。难道这一世，沈柔是想替我嫁给那个小混混？这开局似乎比上辈子地狱级开局要容易些。沈心想着，就起身往家走，可他刚进门，李倩倩就给了他一巴掌。贱人，是不是你害的柔柔？首先是你给我下药，想要算计我；其次是沈柔自己坚持留下来的。不信你问他。李倩倩看向女儿沈柔，只见她哭得很委屈，却没有否认。怎么就遇到了这种事？罢了，今天就是场误会，谁都不许往外传。邓闯那里我去说，沈心准备下嫁过去，柔柔还是嫁给尉迟。我不要嫁给尉迟，我要嫁给邓闯。李倩倩只觉得自己脑瓜子嗡嗡的，气得嘴唇都哆嗦了。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放着好好的厂长家不嫁，你要嫁给二流子？妈，邓闯不是二流子，他以后会有大出息的。你是不是要气死我？你这孩子也没发烧啊，怎么大白天的就开始说胡话了？沈家旺气得拍了一下桌子，我看他就是被你惯坏了，和魏家日子都定好了，他现在说不嫁，让我怎么跟魏厂长交代？爸，沈家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女儿，魏家那么好，你把姐姐嫁过去享福呗。对呀，把沈心嫁过去也是一样的，反正魏家这门亲事我是攀定了。沈家旺想着就直接出了门，可李倩倩的心里却堵得像是塞了3斤湿棉花。沈心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抢柔柔的男人，你是不是早就勾搭上了尉迟？果然像你那个早死的吗？一副狐妹子样，就会勾搭男人。话音刚落，沈心就甩了他一巴掌。你个死丫头，敢跟我动手，看我不撕烂你！你敢碰我一下，我就把你女儿跟二流子睡觉的事传出去。还有，以后不许提我妈半个字，你不配。李倩倩手举到半空中，却迟迟落不下去，因为她不敢赌女儿的名声。沈心却懒得理她，直接进了自己的小房间。哎，魏厂长会同意换人吗？怎么才能让事情变得更顺利些呢？对了，我可以去听听沈柔的想法。沈心想着，就轻手轻脚走出房门，把耳朵贴在了主卧门上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非要嫁个贫困户？妈，你不要小瞧邓闯，他以后会挣大钱，让我住大别墅，开小汽车，出入都有司机保姆伺候，你就等着跟我享福吧。听到这的沈心笑了，原来沈柔是这样想的，以后可有好戏看喽！不仅有难缠的公婆和3个大姑子，就连家里的万贯家财也不是邓闯赚的，想抢我的人生，下辈子都不可能。想到这，沈心抱着碰运气的想法来到了歌舞厅，只见尉迟正在一个人喝闷酒，看起来烦躁得很。哟呵，巧了不是？此时尉迟正好看过来，痞帅的，沈心一时间都看呆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要做什么来着？哟，哪来的花痴？沈心1秒回神，有点尴尬的道：嗨嗨，我是沈心，沈柔的姐姐。由于发生了些事，和你结婚的人换成了我。我知道你不愿结婚，也不想被人管，我保证，如果我们结婚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必要时候我还会帮你打掩护。反正你总要结婚的，不如考虑考虑我。哦，你想嫁给我啊？沈心诚实的点点头，尉迟却大步走了出去，只留下一句话：我知道了。不是，他知道了是什么意思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呀？啊，怎么办啊？沈心垂头丧气的回到家，却发现沈家旺、李倩倩、沈柔都在等她吃饭。哟，终于舍得回来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什么不三不四的男人跑了呢。怎么说话呢？
欣欣，别跟你妈计较，她就是担心你。不过今天魏厂长同意你嫁过去了，本来是不同意的，好在你爸爸我从中周旋，所以你嫁过去之后一定要懂事，替爸爸多美言几句。爸爸一直盼着那个位置呢，你懂的吧？沈欣没忍住连翻3个白眼，李倩倩却附和道：啊，对对对，你要想法子帮衬家里，咱们才是实打实的一家人。切，这时候想起来是一家人了，别人都是生怕女儿嫁人后受委屈，沈家旺却用我换前途，生怕我不受委屈，和卖女求荣有什么区别？不行，我也得让他们出点东西。行啊，不过我妈还有我外公外婆留给我的嫁妆，是不是该给我了？继母给女儿下药，竟想把她送给不学无术的小混混。就在她神志不清时，妹妹竟冲进来，抢着享受这男人。只因她是重生者，知道小混混是将来的首富。妹妹啊，你以后才会发现，邓闯能成为首富全靠我。你想要的富贵生活永远都不可能。不过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我妈还有我外公外婆留给我的嫁妆，是不是该给我了？什么嫁妆？你听谁胡说八道的？沈家旺也成了脸色。欣欣，你妈去世时你还小，可能记错了。不过你放心，爸爸会给你准备的，该给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。可恶，看来这无耻的两口子是不打算认账了。上辈子沈柔嫁进魏家，李倩倩怕她被看低，可没少给她准备好东西。至于我，不仅没有嫁妆，还被要了一大笔彩礼。此时沈柔还在小声地嘟囔着：哼，某些人就是没有自知之明，自己就是用来换彩礼的，还想要嫁妆，痴人说梦啊！沈欣听力极佳，听得一清二楚。妹妹走着瞧吧，这辈子我不蒸馒头争口气。这样啊，那爸说会给我准备的嫁妆都准备了些什么呀？这话问的沈家旺一愣，我哪有功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？罢了，你妹妹有的你都有，给你陪嫁一个衣柜，2床被子，4套新衣服，行了吧？等等，哪里就要这么多东西了？你嫁给魏家是过好日子的，倒是你妹妹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听话，少要点，多给妹妹留点。不行，我不同意柔柔嫁给二流子，就算嫁不进魏家，也不能太差。爸，我不要，我就要嫁给邓闯，我这辈子非他不嫁。你不要因为他现在不起眼就小瞧他，以后有你求着他要好处的时候。沈家旺闻言，愤怒地拍了下桌子。他什么档次？一个小混混敢让我去求他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听话，非要嫁他，那你就自生自灭，家里什么都不可能给你。沈柔还想据理力争，却被李倩倩拼命拦下。沈柔只能气鼓鼓地把话憋了回去。他们真没眼光，放着这么个金龟婿不知道好好巴结。等邓闯发达了，我一定要啪啪打所有人的脸。那时候沈欣算个什么东西，还不是得看我的脸色过日子。哼！第二天，魏迟父子竟带着足足6斤五花肉、2盒茶叶等巨多东西上门，满满当当堆了一桌子。哎呦，魏厂长您来了，真是破费了！来来来，快坐。彩礼我们给500，3转1响已经准备好了，除此之外还准备了3斤，看看亲家还有什么要求。就在沈家旺笑得合不拢嘴时，另一边的沈柔也开着卧室门偷听，气得不行。上辈子魏家可没这么大方，只有300和1辆自行车，根本没有3转1响，更没有什么3斤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算了算了，反正邓闯以后会给我更好的。沈柔正想着，邓闯也带着父母上门了，还提着一只闹哄哄的大公鸡。爸妈，我是邓闯啊，我带着我家最威风的大将军来提亲了。可沈柔却像只欢快的小鸟，不顾礼仪冲了过去。沈家旺脸色黑得像是锅底，小声责怪道：谁允许他来提亲的？你喊的？我没有啊，我可没同意。魏家父子对视一眼，小声道：这是在闹什么？咱们先撤吧，先不走看会戏。此时的李倩倩快速走到门口，拦住了邓家人。柔柔，今天家里有贵客，赶紧把这3口还有这只鸡弄出去。什么意思啊？别人是贵客，难道我们就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此话一出，偷偷看戏的沈欣没忍住笑出了声。魏迟也发现了他，这丫头有点意思啊。沈柔，不是你让我来你家提亲的吗？我爸我妈还有我家最威风的大将军都来了，现在又是什么意思？沈柔求救的眼神看向李倩倩，妈，求求你了，先让人进来吧，行吗？李倩倩无奈只能看向沈家旺。250秒后，3家人就这么当面锣对面鼓坐了下来。亲家是吧？你必须给我们邓闯安排一份正式工，再给我们200嫁妆。还有，我家邓闯是老来子，所以你家沈柔婚后除了上班做家务，还必须抓紧时间生孩子，最好3年抱俩，5年抱仨，生不出儿子就一直生。此话一出，沈柔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这老钱婆在说什么啊？上辈子明明没有这样的要求，邓家还给了沈欣200嫁妆，怎么这辈子全变了？
沈柔赶忙看向邓闯，可他脸上却有种志在必得的神色。怎么会这样？邓闯应该护着我的呀，就像上辈子护着沈星那样。上辈子不管任何人说沈星不好，邓闯都会第一个站起来反驳的。他现在怎么不说话呀？沈柔委委屈屈地瞪了邓闯好几眼，李倩倩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站起来怒吼道：我们家不同意沈柔嫁给邓闯，请你们离开。姐，你确定吗？你女儿都跟我儿子吃过海鲜了，说不定肚子都有重了。我们家愿意娶，你们就偷着乐去吧。沈柔脸色刷得白了，不可置信地看向邓闯。邓闯见状赶忙道：妈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和柔柔是真心相爱的。妈也真是的，有什么不能等结婚后再说？等我把人娶回家里，柔远还是错贬，还不是随他的便。此时的李倩倩悔得肠子都青了，忍不住大骂道：你瞅瞅你儿子那个癞蛤蟆样儿，还想吃天鹅肉，你们配吗？来提亲就带一只大公鸡，还又要嫁妆又要工作的，你们脸皮是什么东西做的这么厚？邓母听到有人这么诋毁她最爱的儿子，简直气坏了。贱人，敢侮辱我儿子，看我不撕了你！两人很快扭打成一团，沈家旺尴尬极了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魏厂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您看笑话了。魏振国摆摆手，专心致志地看戏。此时邓闯也不着急，反正我妈打架从没输过，岳母狗眼看人低，就该好好教训下。然而李倩倩很快翻身坐在邓母身上，大巴掌不断往邓母脸上扇。我让你诋毁我女儿，我让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死老头子，你还傻坐着干什么？赶紧过来帮忙！来了。只见邓父松开大公鸡，双手用力就把李倩倩按在地上，邓母也骑在他身上，不断往李倩倩脸上扇巴掌。我让你侮辱我儿子，就你女儿那破鞋，我儿子愿意娶，都是你们家烧高香了。沈柔被骂破鞋也忍不住了，也冲上去一脚踹在邓母后背上。你个老钱婆，凭什么骂我？凭什么打我吗？我愿意嫁到你们家，才是你们烧高香。小混混竟带着大公鸡来提亲，还要求女方倒贴他200嫁妆和正式工作，同时家务带娃缺一不可。两方气不过，直接扭打在了一起。既然有狗胆睡我女儿，我就让你不能人道。这娘们果然不是好人，不行，我必须得去再打2拳。魏迟见状，连忙出声阻止：都住手！打架的众人都愣住了，邓母也撒泼地坐到了地上，哭道：我老婆子命苦啊，我们诚心诚意的上门提亲，就因为我说了几句话，你们就把我打成这样，就没有这样欺负人的。爸妈，对不起，儿子不孝，让你们受罪了。柔柔啊，我爸妈没什么文化，说话也不好听，我替他们给你道歉了。沈柔脸色不太好看的点点头。邓家人什么样其实无所谓，只要邓闯能成为首富，我也不是不能忍耐。哎呀，我也是我们家捧在手心长大的孩子，你们刚刚那么说我妈心里太难受了，才会动手的。我替我妈给叔叔阿姨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吧。我可没想翻篇啊，柔柔，你听话，咱不嫁，嫁人就是女人第2次投胎，哪怕不嫁，咱都不能跳火坑，明白吗？妈，邓家是不是火坑无所谓，我嫁的是邓闯这个人，我先把首富夫人的位置给爸占住，荣华富贵指日可待。妈怎么就不懂呢？邓母见没人理他，又干嚎道：天老呀，赔偿，必须赔偿，不然我就去派出所告你们，还得跟门外的邻居们好好宣扬一下你们家是怎么仗势欺人的。沈家旺听到这话脸更黑了。我这辈子最在意的3件事，一是当后勤主任，2是生儿子，3就是好名声。可这老钱婆竟要败坏我的名声，好险恶呀！不行，我不能慌，得稳住他。嫂子，我爱人疼孩子，听不得你说我女儿不好，虽是你有错在先，但我们打人也不对的。我代她给您道歉了，您去医院该看伤看伤，医药费我付了。你可别想忽悠我老婆子，医药费你付是应该的，我说的是赔偿，赔偿你懂吗？邓母说着，就贪婪地看向桌子上的好东西。沈家旺一听就急了：好，我们赔偿，不过这些东西是魏厂长给我们的过礼，可不能给你们。这样吧，除了医药费，我再赔偿您5块钱，外加一个水果罐头，行吗？哈哈，5块钱能买不少东西呢，这趟来的真不错，不过必须得再多要点，5块钱一个罐头，再加1斤白糖吧，还得给我们双份，毕竟我老爸也挨打了，那就是10块钱，2个罐头，2斤白糖。沈家旺脸色黑了又黑，这老钱婆真能狮子大开口啊，她的命都不值10块钱，都怪沈柔这个不争气的找了这么个玩意儿。嫂子，你可真是一张嘴就想要我的命啊！我可以给你们，但不能再说我们家半个不字，不然我就去派出所告你们诽谤。姐，一个小破鞋，一个老泼妇，外加一个伪君子，一家子什么东西，还名伤罢了，先拿到东西要紧。我们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懂得起的，
李倩倩只能不甘不愿地拿了10块钱出来。这是10块钱，罐头和白糖等我买了给你们送去。好，谅你们也不敢赖账，今天这婚事是谈不成了，我们走。邓母3人一出门就被热情的邻居围了起来。哎，你们怎么脸肿成这样？是不是沈家看不上你们？他们家一向眼光高着呢。我脸上的伤之前就有，别污蔑亲家啊！那沈柔眼光是高，所以才看上了我儿子啊。亲家还对我们特别满意，说要给他安排工作，还给咱们家200嫁妆呢。嚯，200块钱嫁妆，沈家可真有钱，早知道让我儿子去倒插门了。哼，你儿子就别想了，沈柔已经和我儿子吃过海鲜了。啧，没看出来沈柔这么不讲究啊。不对呀，这是流氓罪，要拉去枪毙的了。你们可别胡说八道啊！我儿子跟沈柔是正经谈对象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什么流氓罪？你们就是嫉妒我儿子命好。那你儿子这么优秀，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准备给多少彩礼？我跟你们说不着。儿子，老头子，我们走。邓家3口子就这么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。此时沈家的气氛很是微妙，只见沈家旺不断的向魏厂长道歉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就这样吧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好，欣欣，去送下你魏叔叔和小池。沈欣立马像个小兔子一样小跑着跟着出去了。魏叔叔好，魏同志好，我是沈欣，谢谢你们今天来提亲，我也非常高兴能和魏同志建立革命友情。什么建立革命友情？不是你求着要嫁给我的吗？臭小子，怎么说话的？沈欣确实有些羞窘，就不好意思的点点头道：是的。臭小子，怪不得今天这么积极呢，还说彩礼要多给点。好在我儿子眼光还行，这姑娘神色落落大方，比沈柔好太多了。好了，你们年轻人自己相处，逛逛街，在一起吃个饭，联络下感情。我还有事先回厂里了。快走！魏振国没忍住踹了他一脚，然后就走了。小同志，你是想说说话，还是逛逛街，还是跟我联络感情啊？都不想去。你什么意思？得到手了就不珍惜了呗？沈欣看了一眼屋里的沈家旺，就小声说道：现在买东西回去也是便宜他们，还不如等咱们结婚了再买，到时候我给你做好吃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手艺很厉害的，你有口福了。魏迟这才神色稍缓道：好啊，正好我吃饭很挑，那我就等着品鉴你的手艺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小同志。沈欣点点头，送走魏迟后，他就独自一人来到了外公外婆的老院子。外婆说过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所以家里的钱不在屋里，反而在外婆平时晒太阳的窗台下埋着。沈欣说着，就找到一把小铲子开挖，2小时后才终于挖出来一个铁盒子。果然有1000多块钱，还有1块羊脂玉，2根小黄鱼。外公外婆，谢谢你们。另一边，沈家旺见人都走后，脸色就拉了下来。沈柔，今天闹这么一出子，你满意了吗？他们当爹的在掏大粪，当娘的是老泼妇，而那小混混只会喝酒打牌、偷鸡摸狗。你是要嫁过去当丫鬟，伺候他们全家？小混混平日只会喝酒打牌，他爸又是个掏大粪的，他妈还是个护崽的老泼妇，可富家千金却上赶着要嫁给他，气得父亲直接给了他一耳光。啊！你是要嫁过去当丫鬟伺候他们全家吗？哎呀，傻孩子，你怎么不知道躲呢？疼不疼？爸妈，总之你们相信我，邓闯以后会挣大钱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，让你坚信邓闯一定会有大出息，他会成首富？你脑子被驴给踢了吧？爸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你就等着看吧，你以后还得享邓闯的福呢。那魏家家是哪点不比邓家好？你醒醒吧！嘿嘿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万一哪天魏家被举报，财产被没收，不就什么都没有了？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按照你的这个逻辑，人吃饭还能被撑死呢，走路还能摔死呢，天上还有可能下红雨呢。总之我不同意你嫁给邓闯。女儿啊，你就听爸妈一回吧，这世上谁都可能害你，唯有爸妈不可能害你。你们阻止我成为首富夫人，这跟害我有什么区别？沈家旺气得不行，怒骂道：你自己好好给沈柔做思想工作吧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李倩倩心乱如麻，也不管沈家旺出去干啥。此时沈家旺走到外面，就骂骂咧咧道：一个个的都不省心，老的生不出儿子，就生一个丫头片子，还把身体弄坏了，小的非要嫁给二流子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等老子生出来儿子了，就让你们全部滚蛋。沈家旺高兴的就冲进了一条巷子，等他努力奋斗2分钟，心满意足的出来时，恰好看到了刚挖完宝的沈欣。爸，你忙完了呀？沈家旺神色有点不自然的道：啊，忙什么忙？你干嘛去了？没干嘛呀，这不准备回家呢。爸呢？忙什么去了？沈欣一边说，一边朝着后头的巷子里瞅了一眼。我没记错的话，爸好像有个相好在这里来着。好家伙，沈柔在家闹得天翻地覆的，他还有心思瞎搞呢。
此时的沈家旺恼羞成怒，便怒吼道：“你管老子做什么？家里一堆事不知道做，就知道疯跑，赶紧给我回家！”爸，是魏厂长让我跟他儿子培养感情的，你要是有意见，我就跟魏叔叔说，我爸不让。既然是魏厂长的要求，那你就多跟魏迟接触接触，好帮爸爸当上后勤主任。我当然记得，那我的嫁妆呢？你可别忘了呀。忘不了，你个讨债鬼！父女二人一肚子算计的回到了家，结果刚进门，沈柔就阴阳怪气的道：“我说沈星啊，这结婚也差不了几天了，你就不能矜持点？这么晚才回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人怎么着了呢。”沈星使劲嗅了嗅鼻子，什么味道啊？我怎么闻到一股子臭味？是谁在满嘴喷粪？我什么我？首先，我和魏迟什么也没发生。其次，我们两家人是商量好了的亲事。可我的好妹妹，你跟邓闯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，就吃海鲜了，也不知道是谁不矜持。沈星，我要撕了你！你这个贱人，我跟你没完！刚刚还居高临下的沈柔立马不镇定了，说了就扑了上去。沈星快速往旁边躲开，然后伸脚一绊。听声音就摔得很疼，这好妹妹骂也骂不过，打也打不过，下一步就该喊妈了吧？果然，沈柔委屈巴巴的大喊道：“妈，救命啊！有人要害你女儿！”李倩倩着急忙慌的从厨房出来，就心疼坏了。哎呦，柔柔，你疼不疼？沈星，你怎么回事？别以为攀上高枝了就可以在家欺负妹妹，你今天不跟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就不要吃饭了。切，不就是告状吗？谁不会啊？想到这，沈星也学着沈柔的样子，委屈道：“爸，救命啊！后妈欺负女儿了呀！爸，你管不管啊？”沈家旺被点名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“干啥呀？两姐妹吵吵闹闹的，像什么样子？”爸，妹妹上来就说我不矜持，那不就是没家教在骂您吗？还有，我跟未婚夫出去培养感情，怎么就是不知检点了？他这么说我真的心寒啊呀！你刚刚不是这个样子的，爸，我不是在骂您啊！你看他刚刚伸脚绊我的胳膊都磕破了。哎呦，江旺，你看看柔柔伤得这么严重，这是明显就是沈柔不对啊！你必须给柔柔做主。我怎么不觉得？我看沈星说的对，沈柔跟邓闯就是不知检点，骂姐姐更是不对。沈柔今晚就好好反省吧，晚饭也不要吃了。沈柔一脸的不可思议，感觉自己仿佛从天堂掉到了地上。你还是我的好爸爸吗？你怎么能向着别人呢？沈柔说完，哭着就跑回了房间。李倩倩瞪了沈星一眼，连忙跑去哄女儿了。果然，忍一时卵巢囊肿，退一步乳腺增生。与其自己躲着流泪，不如气哭别人，爽啊！第二天，沈家旺专门给了沈星1块钱。你今天约魏迟一起出去玩吧，培养感情。还真是小气鬼。爸，1块钱能买什么呀？你也不能让魏家看清我们啊！沈家旺咬咬牙，又拿出了4块钱。嘿嘿，谢谢爸爸。这时，沈柔也鬼鬼祟祟从后面冒出来，伸出手道：“爸，我也想买东西。”买什么买？你的零花钱还不够多。沈家旺说着就打了一下他的手心，怒气冲冲的走了。沈柔惊讶的愣在原地，委屈的眼睛都红了。我的命好苦啊，想要点零花钱有什么错？等我成了首富妇人，我一天就要花100万，气死沈星。李倩倩心疼女儿，直接拿了6块钱出来。乖柔柔，拿着钱出去逛逛散散心，买件自己喜欢的衣服。我女儿，别人有的我们也得有，不能比别人差。沈心懒得理会他们的阴阳怪气，直接出门去找了魏迟。咦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准备去找你呢。来，坐上来。沈心小心翼翼地坐上去，只抓住了魏迟的一点点衣服。魏迟却不满意，直接道：“路不平，抱紧我的腰。”魏迟说完就开始挑着有坑不平的地方走。沈心赶忙小心翼翼地圈住魏迟的一招重生。姐妹两人竟同时回到出嫁前。前世姐姐的混混老公竟成了首富，而妹妹的2代老公却天天家暴，还败光家产。如今她重生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抢姐姐的未婚夫，还上赶着给她买了件贵衣服。这件衣服好贵啊，心疼死我了。沈柔，你醒醒，今天你花6块钱，等邓闯发达了，他就能给你买6万块钱的貂皮大衣了。就在沈柔正在自我安慰时，就见沈心正拿着一件更贵的衣服在比划，整个人洋气的不得了。一旁的邓闯也被惊艳到了。沈柔虽然会打扮，但大姨子确实天生丽质。要是那天沈柔没有突然跑进来就好了，那和我吃海鲜的就是沈心了，那滋味该多美妙啊！就在邓闯想入非非时，沈柔嫉妒的不行，只见他气冲冲的直接上前拽住了沈心。沈心，你哪来的钱？怎么可能买得起至少30块钱的衣服？别是只看不买，都把别人家的衣服给弄坏了吧？沈柔一边说一边叫来了营业员。你们怎么工作的？你看他这个穷酸样，
像是能买得起这衣服的样子吗？营业员却是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沈柔。这姑娘长相一般般，也不像是什么富贵人家养出来的娇小姐，到底是怎么好意思在国营商场撒泼的啊？沈柔看他没反应，更加气急败坏。你看我做什么啊？赶紧把他赶出去啊！营业员被吼了也不高兴，没好气的道：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凭什么命令我做事？有病就去看，我们这里可不是你发疯的地方。一旁的魏迟这时也走了过来。哟，这不是小姨子吗？在家欺负姐姐就罢了，怎么还跑到这里来发疯？啧，人家说人美心善，果然是有道理的。你看看你，不仅丑，心思还恶毒，真是辣眼睛。是你带他来买衣服的，这怎么可能？又怎么可以？你可是我的。这衣服沈星买不起，但魏迟可以，而且上辈子魏迟这个丈夫从没给我买过衣服，他怎么会带着沈星来？沈柔整个人有些摇摇欲坠，魏迟可没工夫搭理他，直接开始对邓闯。果然是破锅配烂盖，什么人配什么人，邓闯是吧？我劝你最好管好自己的眼睛，不该看的人不要看，否则我不介意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玻璃球玩。你什么你？还有，我不喜欢别人用手指着我。邓闯知道这人惹不起，一秒把手收回。什么人啊？有什么好凶的？我还不喜欢有人惦记我的眼珠子呢。柔，我们走，不跟这种人一般计较。沈柔摇摇欲坠的，邓闯赶紧扶着他走了出去。我跟你说，刚刚沈信拿的那件衣服一点也不好看，还很老气，土的我妈都不穿。等我以后挣钱了，给你买更好的。那我要貂皮大衣，你说要给我买的，我可记住了。邓闯连忙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我就那么随口一说，这咋还当真了呢？那貂皮大衣哪里是普通人能买得起的？想到这，邓闯连忙抱住了沈柔。柔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哎呀，好啦，我肯定相信你的。这大庭广众之下的，咱们矜持点。怎么了？我搂我自己的媳妇犯法吗？谁是你媳妇啊？不要脸！我就是不要脸。沈柔是我媳妇，谁叫沈柔，谁就是我媳妇。你要是我媳妇，就得亲我一口。沈柔听得心里甜滋滋的。未来首富的媳妇，我的梦啊！沈柔四处看了看，趁周围没人，快速吧唧了他一下。小骚货，回头再收拾你。怎么有点粗鲁啊？罢了，反正我们都吃过海鲜了。邓闯喜欢就好，又是为了首富夫人努力的一天啊！走吧，咱们去逛逛。等，你的自行车呢？咱骑你的自行车去呗。沈柔的自行车4舍5入就是我的，真好，娶个媳妇啥都有了。我的自行车我妈骑着去上班了，真扫兴。你说我丈母娘也真是的，她就不能走着去上班吗？沈柔的脸色逐渐难看起来了。邓闯赶紧找补道：我不是说咱妈不好的意思啊，我主要是怕累着我们柔。什么咱妈？那是我妈。嘿，你妈就是我妈。赶紧走，想吃什么我请，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。我这人跟女孩子一起出门，从来不会叫女孩子花钱。你经常跟女孩子一起出门吗？嘿，谁在败坏我的名声？我这个人最是洁身自好了。我的意思是，男人跟女人一起出门，没有叫女人花钱的道理。沈柔点点头，忽略了心里的那一点不对劲。一路上，邓闯十分大方的买水买糖，还十分殷勤的给沈柔剥了一小把瓜子，递给她。沈柔心里自然是美滋滋的。这就是被捧在手心的感觉吗？逛了一上午，我有点饿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邓闯摸了摸口袋里剩下的3毛钱，要是吃2碗阳春面，那还是够用的。万一这个祖宗要是想吃红烧肉，那可就完犊子了。不过没事儿，他自己应该还有钱。走吧，我们少吃点，我不是太饿，你想吃什么就点，我跟着你稍微吃2口就行。可二人刚走进饭店，就看到了魏迟和沈欣，只见他们桌上全是大鱼大肉。沈柔看到嫉妒的要命。沈欣那个贱人，凭什么吃这么好？4人打了个照面，很有默契的都没有打招呼。沈柔不敢发癫，只能小声吐槽道：吃，怎么不撑死你？2个人吃的了这么多吗？点这么多，真是钱烧得慌。沈欣听到了不跟他计较，可魏迟却是个爱较真的。哟，这不是那爱撒泼的小姨子吗？怎么这么半天才到饭店啊？不会是走着来的吧？哎呦，怎么连个自行车都没有的呀？真可怜，怎么还不点菜啊？不会是点不起吧？前世妹妹的2代老公败光家产，还喝酒打人，如今她重活一世，直接抢了姐姐的小混混未婚夫吃海鲜，却发现上一世从没给她买过衣服的老公，现在却给姐姐买，就连在餐厅简单吃个饭，也要满满当当的摆一桌子，气得她大骂道：吃，2个人点这么多，吃得完吗？怎么不撑死你？哟，这不是那爱撒泼的小姨子吗？我和你姐爱点多少，会不会吃撑，管你屁事！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什么难听的话，我就撕烂你的嘴！你死魏迟，嘴巴还是这么坏。邓闯什么也不敢说，在一边尽量缩小自己的存在感。我可得罪不起魏迟，还愚蠢的送上门给人骂。
你愣着干什么？点菜啊！那个柔柔啊，我刚刚吃了不少小吃，还不要不就点2碗阳春面吧。刚想狂点一大桌找回场子的沈柔立马不乐意了。点，你不饿我了，你不吃我吃。祖宗，我兜里就剩3毛钱了，我可没粮票啊，你得悠着点。沈柔摸了摸自己兜里剩下的2块5毛钱，也清醒了过来。这个排场我确实撑不起，罢了。我跟他比什么？以后我可是要做首富夫人的，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呢。你说的对，我也不太饿，那我们就点2碗阳春面，1份花生米，1份凉拌藕片，先这样吧。啊，对，这样就很好了，有面吃，还有小菜，还是你会过日子。很快面和菜就上来了，味道也不差，邓闯吃得香得不得了，但沈柔却吃得如同嚼蜡。隔壁红烧肉真的香啊！魏迟也看出了沈柔的嫉妒，故意大声说道：欣欣，你尝尝这个鲈鱼，肉质细腻，入口即化，还有这个红烧肉，肥而不腻。要是吃腻了，咱们就吃点小甜点，或者我们再点一个甜汤喝。这人还真是小孩子脾气，明明之前都是叫沈同志的，突然就开始叫欣欣了。看来他不气死沈柔，心里是不得劲儿啊。果然，啪的一声，沈柔就把筷子摔到桌子上，哭着跑了出去。邓闯赶忙站起来追：哎呦喂，我的姑奶奶啊，还有小半碗面和菜没吃呢，那么金贵的白面，我真是心疼死了。哎，这姑奶奶还真是说发疯就发疯。2人走了后，魏迟就放下了筷子，也不给沈欣夹菜了，前后反差太大。沈欣没忍住笑了出来：你敢笑话我？没，不敢，我就是觉得你挺有意思的，特别真实，爱恨分明，这样挺好的。算你有眼光，今天接触下来，这小姑娘还不错，想必结婚后也不会改变我现有的生活状态，不错不错。2人吃完饭，沈欣不想浪费，就将饭菜带回了家里。此时沈家旺和李倩倩也前后脚下班回来了。哟，今天菜色挺丰盛啊，这个是海参吗？不便宜吧？确实不便宜，国营饭店要9毛钱1份，魏迟点的菜多，这个没怎么动，我就打包回来了。气死我了，这本来都该是我女儿的。这时沈柔也回来了，没好气的道：不就是一点剩菜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大妈，你们就这么乐意吃别人的口水吗？兴致勃勃准备好好补一补的沈家旺当场脸就黑了。沈柔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平时咱们能吃点荤腥就很不容易了，更何况这可是海参啊！沈柔的记忆还停留在重生前，却忘了这是缺衣少食的70年代。本来就是剩菜，我又没有说错。好，我看你是日子过得太好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每个月5块钱的零花钱没有了，还有你天天在家吃住，每个月得交5块钱生活费。什么？要扣我的零花钱，还要我交钱？这一正一负就是10块了，我1个月工资才20呢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老沈，柔柔也不小了，姑娘家的难免要吃吃喝喝打扮一下的，何必对孩子这么苛刻？沈欣见状就故意哭了出来，也不说话，主打一个我很委屈但我不敢说的现象。果然，沈家旺直接冒火了，这就叫苛刻了。欣欣没有工资，也没有零花钱，那他怎么就过得好好的？我看沈柔就是被你给惯坏了，5大3粗的，天天买那么多衣服，穿上就能变成天仙了。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，我就是个子高骨架大，没有沈欣那么娇小玲珑罢了。可你竟然说我5大3粗，我不活了啊！哪有你这样当爹的？沈柔一边哭一边等着他爹低头哄她。可沈家旺上1天班本来就累，哪还有心情照顾女儿的小情绪？哭就知道哭。既然你觉得破海参没什么好吃的，今天晚上就不要吃饭了。沈柔，这个月开始没有零花钱，交5块钱生活费。沈欣，这个月开始5块钱零花钱。我恨你们！沈柔说完就哭着跑回了自己房间。李倩倩赶忙拿2个馒头跟了过去。欣欣，爹知道你委屈，放心，等你结婚时，我再多给你50块钱压箱底的钱，可别告诉你妈呀。谢谢爸，我不说。对了，今天我跟魏迟一起出去，他很大方，等结婚了，我一定把他家东西拿到咱家来孝敬爸。想屁吃吧，一个字儿我都不会拿回来的。嘿嘿，爸爸就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但最重要的是，我知道最重要的还是要再帮爸爸当上后勤主任。哈哈哈，还是你懂爸爸。欣欣啊，在这个家里，爸爸只有跟你才是一条心的。我信你个鬼！真以为你偷偷摸摸在外面生儿子，没人知道了是吧？行吧，你忽悠我，我忽悠你，谁认真谁就输了。爸，你真是太好了。与此同时，房间内的李倩倩和沈柔却是要吵起来了。妈，你别劝我了，我跟你说不通，反正我这辈子是一定要嫁给邓闯的，谁阻止我，谁就是我的仇人。你怎么就知道邓闯一定是首富呢？他现在就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。你们懂个屁，全是电视上报纸上都报道了，那还能作假？我梦到的，在我的梦里，沈欣嫁给了邓闯
邓闯成了首富，他成了首富夫人，住大别墅，开小汽车，出入都有保姆司机伺候。那不就是资本主义左派？那是要被打倒的。哎呀，这世道是会变的，别看现在谁穷谁光荣，以后就是谁有钱谁牛逼。而那魏迟脾气差，我们天天吵架，他喝多了还会打我。后来魏家还倒台了，啥也不是。你这梦里的事情怎么能当真呢？哎呀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妈，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梦叫预测梦，就是我梦到的都是真的。我还梦到我爸在咱家挂钟后面藏了20块钱。我马上去看看。母亲竟给继女下药，把她送给小混混吃海鲜，可小女儿却主动抢这个机会。就在母亲暴怒不已时，她连忙解释道：妈，你别看他现在是个小混混，以后肯定是首富，我的预测梦很准的，不信你去看我爸在咱家挂钟后面藏了20块钱。我马上去看看。等等，现在别去啊，等晚上我爸睡着了再去。还有在梦里，我爸他一直在外面找人生儿子，反正为了以防万一，家里的钱你一定要自己留着。沈家旺竟然在外面找人，可我是为他生孩子才伤了根本不能再生的。对了，梦里他最后生出儿子了吗？生了，但是后来他发现那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。哈哈哈，原来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真是报应啊！这事儿我心里有数，你别管了。现在相信我了吧？不会再反对我嫁给邓闯了吧？你是个大姑娘了，妈不可能管你一辈子的，这个你自己拿主意吧。但结婚以后是好是坏，你都得自己负责了。切，妈是不可能不管我的，上辈子不可能，这辈子更不可能。等李倩倩从房间出来时，看到空空如也的餐桌，气得鼻子都要歪了。她犹豫再三，还是没忍住摸了摸挂钟后面，还真的有20块钱。沈家旺，你这个王八蛋！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倩倩就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，宣布道：以后沈柔就嫁给邓闯了，日子我都看过了，就跟沈心定在同一天吧。其实这时间是沈柔特意要求的。哼，上辈子我们就是同一天结婚，这辈子我还是要同一天，不同的是我要做那个奔向富贵的人。至于魏家的苦日子，沈心你就慢慢熬吧。此时沈心才懒得搭理沈柔，只见他诧异地看向沈家旺，爸竟然屁都不放一个，难道有什么把柄在李倩倩手里？下午，邓母黄凤花就和邓闯一起空着手来了。爸不来真的好吗？好歹我们也是来提亲的啊。他来还要专门请假，有这个必要吗？那可是半天工资啊！而且他来不来的无所谓，反正沈柔非你不嫁。此时的沈柔早就在门口等他们，见他们空手上门，沈柔的脸色还是有些难看。凭什么沈心提亲？男方家里就把东西都准备好了，风风光光的，可他们来却两手空空。罢了，沈柔，你的眼光一定要看长远点，你投资的可是邓闯的未来，他们不给你面子，你自己给你做面子呗。想到这，沈柔深呼吸一口气，挤出个笑容来，就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了邓闯。当黄凤花和邓闯提着红糖、罐头、点心、麦乳精上门时，李倩倩脸色还是不错的。邓家总算是懂点礼数了。沈心，去泡点茶水来。见沈心去厨房，沈柔也跟着过去，满脸得意的道：沈心，你一定好奇我为什么要嫁给邓闯吧？挺好奇的。那你就好奇着吧，毕竟我才是天选之人，我以后会过好日子，穿新衣服，天天下馆子，还会住大别墅，开小汽车，住5星级酒店。而你，哈哈。而我怎么了？天机不可泄露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好日子也不能就你一个人过啊！这辈子轮也该轮到我了。等你吃不上饭的时候，倒是可以来求求我，说不定我会赏你口吃的。嘿嘿，这辈子我一定要比沈心强。沈心却摇摇头，笑而不语。果然重生不会长脑子，明明他靠着重生的一些先机可以自己赚钱的，却还是只想着靠男人，甚至不惜主动和邓闯吃海鲜。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是太羡慕我了吗？沈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也可以靠自己的？你高中毕业，工作也不错，以后会有很多发展机会。沈柔脸色瞬间紧张起来。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你想跟我抢邓闯？我没有，我不是，别胡说。最好是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告诉你，邓闯是我的，没人可以抢得走。哼，沈心算个什么东西？上辈子不就是靠邓闯才过上了好日子，现在竟然来劝我不要靠男人，真是可笑。你放心，就邓闯那样的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抢的。你们最好锁死，一辈子在一起。
这话听到沈柔耳朵里，自动转化成她和首富所死。此时的客厅里，李倩倩为了给女儿做脸面，也咬牙道：亲家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表面上你们出200的彩礼，外加3转1响，还有3金，实际上彩礼钱我出，让柔柔拿着3转1响和3金，我们一家出1半，如何？我女儿出嫁肯定不能比沈星差，天下的好东西就该都是我女儿的。可黄凤花却故作为难道：亲家，不是我们不想出，实在是我们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啊。再说3转1响，时间这么紧，我们上哪儿弄票啊？李倩倩沮丧极了。邓家没钱，老沈不可能出太多，就算我掏干全部私房钱，也凑不出来那么多。婚前邓家就这么敷衍，等结婚后还能对沈柔上心吗？那你们家能拿多少？我女儿高中学历，又这么漂亮，每个月还有20的工资，现在我们家已经够有诚意了，你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出吧？黄凤花为难地看了儿子一眼，邓闯也眉头紧皱。虽然家里多多少少都攒了些，可以白嫖，为什么要花钱？就说沈柔这个上赶着的架势，我就算什么都不出，这婚事也能成。妈，我肯定也想风风光光把柔柔娶回家，但是我们家就这么个情况，我爸的工资只够养活咱们全家的，要不我去借钱，就是这婚后只能用柔柔的工资还债了。你的意思是我女儿自己花钱娶自己，你们家什么都不出，就摆的一个有工作有学历的媳妇儿，你可真不要脸啊，还真敢说啊！此时的沈心在厨房都听乐了。邓闯心眼子真多，这么算计人家，就算嫁过去了，怎么可能善待媳妇儿？就算以后有钱了，又怎么会给媳妇儿花？除非这钱是靠媳妇儿挣来的，就像我前世那样。此时沈柔的脸色也很难看。我知道邓家穷，却没想到这么穷，我可不想嫁过去还债，我这付出的也太多了吧。小混混空手上门提亲，竟想白嫖有钱女人，这些奇葩操作气的丈母娘当场发火，可女人却不要脸的上赶着要嫁。邓闯过几天就在黑市倒腾草药，赚了1000多，就算借钱结婚又怎么样？到时候我们还是会有钱的。想到这，沈柔就将茶水端了过去。妈，我现在上班有工资，我先付出，等邓闯赚到钱了，也会带我过好日子的，对不对？我必须在邓闯发迹之前，狠狠拿捏住他的心。我这无与伦比的颜值啊，果然吸引了万千少女的心。条件好又如何？还不是要求着嫁给我？这姑娘条件不错，却还上赶着嫁给我儿子，不会有什么猫腻吧？算了，反正家里多了个会干活的佣人，还是赚的。柔柔，你这么想就对了，以后我肯定把你当亲闺女。邓闯要是敢欺负你，妈第一个不答应。这么有出息的男人，这么慈善的婆婆，我沈柔这辈子选对了。话说得好听，说点实际的吧。你们家准备出多少钱？3转1响什么时候到位？准备让我女儿背多少外债？最多50。我把我和老邓的棺材本都拿出来了，这诚意够足了吧？50块？你们在糊弄二傻子吗？我女儿再怎么傻，他妈还没死呢。这个老娘们真讨厌。那我们家就再添点，我就不3块5块的添了，100，再多是真没了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家老头子1年挣420，彩礼最低200。你们家要是觉得不合适，这婚事就吹了。我女儿有学历有工作，反正是不愁嫁的。妈，你干什么呢？闭嘴！你要再说话，我今天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。沈柔缩缩脖子，不敢再说什么，只能求助地看向邓闯。邓闯做出一副再三挣扎的模样，才咬牙道：行，200就200，妈你放心，等结婚后我一定对柔柔好，我要是没做到，您就大嘴巴子抽我。此话一出，黄凤花就心疼地看向邓闯，小声道：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家娶媳妇是伺候你的，可不是要娶个祖宗回家供着的。等以后到家了，还不随便您调教吗？黄凤花这才满意的点点头，准备离开。沈柔连忙跑出去送人。闯哥，我知道你是有大本事的，你是不是准备去黑市卖东西了呀？你疯了，这让人抓住是要去农场改造的，我去干那个，是我嫌命太长了吗？哼，邓闯不是未来首富吗？他上辈子的第1桶金就是在黑市倒卖药才来的，可他不去黑市怎么发家啊？闯哥，我们小心点，没事的。虽然卖东西有风险，但是高风险高收益啊，有了钱你才能在兄弟面前扬眉吐气啊。也是啊，大不了挣到钱了就收手呗。那我们去黑市卖什么？草药。草药从哪里来？为什么问我？你是首富还是我是首富？可以去山上挖，或者去乡下找人收一点啊。我不认识草药啊，而且去乡下买被人坑了怎么办？再说我也没钱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到底要怎么办嘛？重生的沈柔并不知道，
上辈子是沈心在山上挖到了一柱人参，单靠邓闯啥也不是。很快就到了沈家2个女儿出嫁的日子。只见邓闯先到，用5辆自行车一字排开，后面还跟着辆板车，上面放的是缝纫机和一台收音机。这个规格不管放在哪里都是顶顶好的了。妈，你看，我就说邓家是个好人家吧。能看着你风风光光出嫁，妈也算了一桩心事。此时沈家旺也得意地围着板车转了一圈，真不错呀。没想到邓家还整得挺有排面。咦，这收音机盒子怎么有点歪？沈家旺连忙上手去扶正，却发现这盒子不太对劲。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收音机的盒子，里头竟然是一块板砖，怪不得这么重。没人发现吧？沈家旺快速把盒子盖上，又看了眼缝纫机，里面果然还是大石头。特么的邓家不做人啊！这要是让人发现了，我沈家旺的脸往哪放？千万别被发现啊！千万别被发现啊！老沈，你干嘛呢？赶紧过来！来了。谢谢爸妈愿意把柔柔嫁给我，我以后一定会对她好的，你们放心。放心放心，你们赶紧走吧。你这么着急干啥？我还没说话呢。你说什么说？必须赶紧走，不然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要不是今天有这么多客人，我真想把邓闯还有那盒子给扔出去。就在这时，魏迟竟然开着辆大货车来了。天啊，是大货车，上面还有那么多好东西。接新娘子咯。随后车厢里的伴郎们就开始往下面撒东西，有喜糖、花生、瓜子，哎，我们有口福了。还有1分钱的硬币，不愧是厂长家，太大方了。只见越来越多的人都出来抢喜糖，不小心就碰到了旁边的板车，收音机也掉到了地上。大家别挤了，邓家的彩礼收音机掉了，收音机可不便宜，踩坏了还得赔钱。我可没碰这玩意儿啊，摔坏了也赖不着我。瞧你这出息，这怎么可能碰坏？大家给我做个见证啊，我可是好心。结果这邻居用了好大劲儿，愣是没给捡起来。啥情况啊？这收音机怎么这么重？好心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收音机包装盒子，只见里头竟然是一块板砖。天爷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个装缝纫机的不会也是板砖吧？有人手快，已经打开了，不是板砖是大石头。村民们不小心碰掉了新郎的豪华大彩礼，捡起来才发现里面竟全是大石头。沈家旺，你的小女婿怎么骗人啊？咦，你的大女婿车上的好东西也不少，不会也是骗人的吧？怎么说话的呢？我们池哥可是敞亮人，绝不会弄虚作假的。伴郎说完就撕开外包装，只见缝纫机锃光瓦亮的机身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这可是个稀罕货啊，还是蝴蝶牌的，你的大女儿有福了。在屋内的李倩倩刚才听到这话，直接气晕了过去。等她醒来时，沈心跟魏迟早就出门了，那成堆的彩礼也都没了。沈家旺，你是死的吗？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沈心把所有东西全部带走了？那是人家带来的东西，留什么留？还嫌不够丢人的吗？那我家柔柔怎么办？柔柔应该还不知道她的彩礼没有了，缝纫机和收音机都变成了板砖和大石头。与此同时，邓闯正带着沈柔给长辈磕头。柔柔，既然你已经成了我的儿媳妇，那洗衣、做饭、伺候丈夫都是最基本的，以后你男人说什么你都得听着，还得抓点紧，早点生下儿子。这老钱婆怎么跟提亲的时候说的不一样？不行，我不能发脾气，不能顶嘴，不能跟婆婆闹僵。邓闯可是未来首富啊！记住了，婆婆。黄凤花满意的点点头，才恩赐颁递了一个薄薄的红包，邓大强也效仿着给了一个。随后沈柔就被单独送进了婚房，她连忙摸出红包来，里面竟然只有1块钱。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公婆，再不讲究的人家，起码也得给个5块10块吧，太气人了。可这还没完，沈柔才做了没多久，就被邓闯喊出去敬酒。邓闯，你小子可以啊，竟然娶了有工作的漂亮媳妇儿，今天必须敬我3杯。媳妇，你就给他个面子，敬他3杯。沈柔点点头，就浅浅的抿了一小口，可那人不高兴了。邓闯，你媳妇儿这是不给我面子啊？沈柔，怎么回事？全喝了。邓闯威胁的眼神瞬间让沈柔委屈的不行，无奈之下，她咬咬牙直接喝了下去。没事的，沈柔，就这么一杯，邓闯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但沈柔不知道的是，喝酒是不可能停下来的。只见越来越多的人起哄着给她倒酒，一连喝了5杯后，沈柔的胃都像在火烧。我真的不能喝了，再喝下去我要死了。怎么回事，沈柔？这可是我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哥们，必须再喝1杯。就这样一杯一杯又一杯，沈柔终于撑不住吐了。邓闯赶忙拿纸帮她擦。媳妇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喝点酒还给自己喝吐了呢？天啊，你怎么吐血了？赶紧送医院去，这可是要出人命的。此话一出，邓闯吓得腿都直哆嗦。我只是叫他敬几杯酒，可没叫他喝吐血啊！这媳妇真不中用。另一边，沈柔被送到婚房里，就美滋滋的拿出了魏迟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给的4个红包，每个里头居然都是50块钱，发财了呀！这可是200块，
沈柔不吃不喝要攒10个月工资，魏家真是厚道。休息了没多久，沈欣就被拉着出去敬酒。上辈子初创公司跑业务拉单子时，我也没少喝白酒，这技能恰好在今天派上用场了。然而，当第一杯酒下肚的时候，沈欣愣住了。这怎么是水？还是甜滋滋的白糖水？沈欣愣愣看向魏迟，此时的他正一脸得意。沈欣忍不住脸一红，小声道：“谢谢你，还好你提前帮我把酒换成了糖水，否则我估计一杯酒下肚就人事不知了。”放心好了，你既然嫁进魏家，就是我们魏家人了，那我肯定是要护着你的。沈欣点点头，主动挽上魏迟的胳膊，偷偷问道：“你怎么样呀？要不要也换成水？”不用，我好得很。两人甜甜蜜蜜的敬酒，可从小和魏迟就不对付的冯远，竟直接换掉了沈欣的白糖水。新娘子这可不行啊！一杯酒敬了10几桌了，一半都没下去。养鱼呢？来，我给你倒杯新的。来吧，弟妹，我敬你一个。冯远说完，就一口气喝干了自己杯子里的酒。沈欣为难地看向了魏迟：“你他妈的是不是脑子有病？老子新婚大喜，你故意找我不痛快？老子敬你媳妇酒，是给你脸了，懂不懂？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”魏迟四处看了一圈，正想拿空酒瓶砸过去，就被沈欣给拉住了。“你别生气，我们不跟傻子一般见识。”你说的对，但这酒我媳妇是不可能喝的。冯远，你的面子就等于老子的鞋垫子，我跟你喝，今天谁先倒下，谁就是孙子。行啊，喝就喝，谁怕谁？等等，迟哥，你们继续敬酒，别耽误了正经事。冯远，我们3个伴郎替新郎喝，别说我们欺负你啊，我们喝2杯，你喝1杯，可以吧？切，你们再来3个人我也不怕。可3大杯白酒下肚，3个伴郎还轻轻松松，冯远却突然摔着凳子倒了下去。我喝不动了，我不行了。这小子这么能装，我还以为多能喝呢。我们抬他去医院吧。此时沈欣、魏迟也敬完了酒，魏迟见状不对，着急道：“沈欣，你饿了吧？先吃点东西，我去医院看一眼那孙子死了没。”我跟你一起去。等到了医院，只见冯远还没醒，巧的是沈柔也在同个病房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新婚第1天就闹到医院了？没什么，喝多了。你呢？怎么也闹到了医院？不会是给人脑袋开瓢了吧？上辈子婚礼当天，魏迟就把冯远的脑袋给开瓢了。当时我还觉得魏迟护着我，特男人，可谁知婚后居然连我也打。什么开瓢？谁给谁开瓢？别装了，人都拉到医院了，有什么好装的？沈欣正无语，魏迟就走了进来。他怎么样了？没事，他就是酒精中毒死不了。倒是你这妹妹真够拼的，敬酒敬到胃出血。你上辈子妹妹的2代老公为了维护她，竟在酒席上跟人大打出手，可谁知她婚后就家暴打人，于是她重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抢了姐姐的首富老公，没想到敬个酒竟把自己喝到了医院里。你这妹妹可真够拼的，敬酒敬到胃出血，还是我好吧，提前就帮你把酒换成糖水。你们给我出去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行了，柔柔，别得罪人。沈柔正要继续发作，李倩倩就着急的直奔病房。我可怜的女儿啊，你怎么就胃出血了？这得遭多大罪啊！妈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没有照顾好柔柔。你还有脸说人家敬酒，你不会挡着点吗？还有彩礼，收音机是假的，缝纫机也是假的，就连自行车都是租的，你这是骗婚啊！妈，你说什么？邓闯，我妈说的是真的吗？反正婚也结了，人就不会跑了，承认又如何？我有什么办法吗？那些东西又不好买。柔柔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我一定双倍补偿给你，真给男人丢脸啊！画这么大的饼也不怕消化不良？我信你，你以后肯定会有大出息的。为沈柔默哀3秒钟，等沈柔发现邓闯丝毫没有成为首富的能力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。邓闯，你通过什么途径挣钱买？总得给我个保证吧？嘿，老娘们真难糊弄啊！我也不敢保证啊，要不嘛，您把工作让给我，这样我每个月工资都攒起来，总有一天能攒到的吧？你这个狗东西竟然敢惦记我的工作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李倩倩气得很捶邓闯。此时黄凤花刚进来就看到这一幕，气得直接将李倩倩推在了地上。我让你打我儿子，我自己都舍不得打，你竟然敢打他，反了天了你！妈，你怎么样啊？邓闯，你是死人吗？赶紧把你妈拉开啊！说起来，邓闯，你刚刚不是问我有没有挣钱机会吗？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，你这瘪犊子100%是故意的，邓闯，不许去！嘿嘿，媳妇，我去听听啊，那挣钱可都是为了你啊，乖。邓闯说完就跟着魏迟走了出去。沈柔心寒极了，只能亲自下床拉架。婆婆，别打了，妈，你没事吧？
放开我，我要打死他！妈，别打了，就当是看在我的面子上。李倩倩恼得不行，但为了沈柔不为难，也只能忍下这口气。看了一眼沈心，就跑过去拉沈心的手。沈心，要不把你的彩礼给柔柔吧？我们就要缝纫机和收音机，反正魏家什么都有，你也不缺这点东西。反应过来的沈心猛地甩开他的手，沉声道：我有就得给你女儿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还要不要脸啊？反正我什么都不会给你女儿的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才嫁出去就翻脸不认妈了，看我不打死你这个贱人！李倩倩说完就要去打沈心，外面的魏迟听到声响，连忙走进来推开了李倩倩。我魏家的东西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了？谁给你的脸？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冯远，你养着吧，我先走了。你就是这么看病人呐？空着手来，空着手走。魏迟看了一圈，才发现桌子上有冯远助理刚刚带来的苹果。你说的也对，那我再带点东西回去。魏迟说完就提着苹果，拉着沈心走出了病房。魏迟，你大爷的！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好看。到了晚上，沈柔好不容易可以安心睡个觉，邓闯却又不安稳了。嘿嘿，媳妇，你就给我吧，今晚可是咱俩的新婚夜。邓闯，我身体真的很难受，而且这是在病房，等回家了行吗？哎呀，那有啥呀？有被子挡着呢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而且你摸摸，我都成什么样了？两个人你来我往，推推搡搡的，让同个病房的冯远听得又困又烦躁。你们两个干嘛呢？这是病房，不是无人区。这是我媳妇，你管得着吗？冯远气得拉开病房门，朝着外面大喊：护士，我要换病房，这里有人不要脸啊！大半夜的在病房里瞎搞。冯远这么一吼，不少人都跑出来看热闹，沈柔一下就吓哭了。我要出院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太丢人了，这么多人，万一碰到熟人了咋办啊？沈柔两个人好不容易才回到家，可一天没吃东西的她实在是忍不住，就来到了厨房。什么鬼？为什么整个厨房没一点吃的？黄凤花居然在防我！沈柔顿时委屈地蹲在地上大哭了起来。结婚这一天多的人，受的打击比过去18年来都要多。我选择邓闯，真的是对的吗？哭，大半夜的，你嚎什么呢？真会气！妈，我饿了，想吃点东西。大半夜的吃什么？节约点，等天亮了跟早饭一起吃吧。妈，我明天还要上班呢，你总不能让我睡不好，明天没精神吧？对呀，他还有20块钱工资，怎么说也得笼络住他，让他把工资都上交啊！想吃什么，妈给你做。态度转变这么大，这老钱婆绝对是在图我的工资。我要喝红糖鸡蛋水，还要吃2个鸡蛋，真是个讨债鬼。一碗热乎乎的红糖鸡蛋水很快煮好了，沈柔赶紧喝了口，就主动开口道：妈，咱家日子过得不容易，我以后每个月给您交5块钱生活费，您看怎么样？我看不怎么样，太少了，家里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要钱？不少的吗？我每天中午都在厂子食堂吃饭，而且其他的东西我都会自己置办。行，那就这样吧，5块就5块。对了，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做饭吃啊，总比儿子1分钱都不交还找我要来的强。沈柔这边得交钱吃饭，还得早起做饭，可另一边的沈心睡了一整个好觉，醒来竟然有一桌子的丰盛早餐。欣欣快坐，你刚来我也不知道你的口味，就让王妈多做了几样，你看你喜欢吃什么？妹妹非要抢姐姐的废物老公，结果嫁过去的第一天就被灌酒进了医院，好不容易折腾到家，婆婆却连碗冷饭都不愿意给她吃。反观姐姐虽是被动嫁了人，婆家却准备了一桌子的菜让她挑。欣欣快坐，你看你喜欢吃什么？谢谢妈，我不挑食的。你们以后怎么打算的？要不我给你俩找个班吧。上班有什么意思？我有自己想做的事。对了，我媳妇也不上班啊，她可是要伺候我的。沈心也不该被枯燥重复的上班生活摧毁。唉，不上就不上吧，反正家里养得起。欣欣，以后妈每个月给你20块钱零花钱，有什么想买的就自己买。哦，还有这种好事？等等，凭什么呀？我1个月才10块钱零花钱，这不公平。魏迟同志，你今年24了，自己不上班，好意思问你妈要钱吗？依我看啊，就1分钱都不该给你。此话一出，魏迟竟滑跪着过来抱紧老爷子的大腿。爷爷呀，我最亲爱的爷爷，你们这么努力，不就是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吗？行了，总归咱家也不缺这份工资，要不我把20块钱都给你吧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需要用钱的地方。不行，你需要什么就自己拿着钱去买，我还有事，真得走了。魏迟走了，魏奶奶就拉着沈心说了一上午的话，
还送出了一个杨之玉的水滴吊坠。可另一边的沈柔还没睡多久，就被黄风花从被窝里薅了起来。你男人都醒了多久了？你还睡？妈，昨晚蹬床他要了好几次，我现在还疼呢。你可别没有节制，就知道要的，把你男人的身子掏空了，到时候补都补不回来。妈，我们新婚夫妻频繁点也很正常吧？3个姐姐还有蹬床，总不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？还有，你能不能注意点隐私？进我们屋之前先敲门行吗？哼，我儿子屋，我想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进来。你要是敢去我儿子跟前唧唧歪歪，影响我们的感情，小心我扒了你的皮。进别人屋子前先敲门是礼貌啊，而且你儿子25岁了，儿大必母的道理你不懂吗？你妈就是这么教你对长辈大吼大叫的吗？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而且现在太阳都要落山了，你还在睡，我们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娶了你这么个懒货。这老钱婆根本没法沟通，你说东他说西，你说打狗他说撵鸡，大不了以后我买个锁，就从里头反锁。沈柔忍着全身酸痛去厨房，却发现碗里只剩一点点黑乎乎的东西。妈，咱中午就吃这玩意儿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你什么都不干，还好意思挑3拣4的？其实昨天的吃席还剩了点好菜，我今天中午热了一半和老头子吃，一半留给儿子。至于儿媳妇儿，想都不要想。我不是说了我要交伙食费吗？为什么不能吃好点？对呀，这个月的5块钱生活费赶紧给我，别想白吃白喝我们家的。沈柔只能无奈地交了5块钱，就这么憋屈了1天。第3天，新婚夫妻需要回门，另一边的钱英主动提起道：欣欣，今天是你回门，我挑了几样礼物，你看看怎么样？只见桌上的白酒、烟、麦乳精、挂面等物品满满当当的摆了一桌子，每类物品还都准备了4份。这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，拿到哪里都不会出错。但沈家旺的胃口只会越长越大。妈，这些太多了，酒拿1瓶就行，麦乳精换成白糖吧，挂面也拿1袋，然后再拿1个罐头。为什么？妈，我妹妹嫁的一般，我要是回门礼拿的太好，不合适。还是你考虑的周全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孙媳妇儿有个7窍玲珑心，满意，太满意了。沈欣肯定不是这样想的，她只是不想叫她那渣爹后妈占便宜，还是只有我才了解她。沈欣这边不想露富，另一边的沈柔婆家却连回门这件事都没想起。妈，今天是我回门的日子，你准备让我带什么回娘家？倒是忘了这茬子事了，幸好前天婚礼还剩了些东西。放心吧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亏不了你。1斤白糖，1斤油条，1斤红枣，上面再搭1条毛巾，够体面了吧？你是不是对体面有什么误解？前天的油条说不定都发霉了。但沈柔深知不能要求更多，只能拉着邓闯急匆匆地出了门。闯哥，你兜里有钱吗？我们再买几样东西。今天我姐也要回门，我们不能被她比下去了。比下去就比下去呗，你姐嫁的可是厂长的儿子，本来就比我们强。闯哥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，在我心里，你比魏迟好100倍。假以时日，魏厂长见了你也得点头问好，魏迟连给你提鞋都不配。这夸的是我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自己这么厉害？放心吧，闯哥，你以后肯定是咱们华安市最有钱的人。好，你说的对，咱不能被魏迟比下去了。你说咱再买点啥礼？酒总要有的吧？再买1个罐头，1挂猪肉，1包挂面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酒可不便宜，我全身上下只有2块钱，要不算了吧。妈给我们的这4样也是不错的，这2块钱昨天我扭了好久才要到的，我还想留着买烟呢。说起婆婆准备的礼，沈柔掀起篮子一看，果然油条都长毛了。你自己看，这还能吃吗？赶紧把钱给我。行了，给你也行。上次你不是说去黑市赚钱吗？我打听了下，村里有人在卖药材，就是吧？这个我没钱，要不你今天回去问丈母娘。钱还没拿出来呢，你就还想要更多的钱？你给我滚！邓闯见沈柔真的要冒火，连忙将2块钱拿了出来。沈柔一看也冷静了下来。罢了，邓闯下个月就会挣到1000块，如果我现在拒绝他，那他挣钱了就不会给我花了呀。而且今天可是回门的日子，我绝不能让沈欣看笑话。250秒后，办好事的2人就这样回到了沈家。此时沈柔一看到沈欣拿来的单薄礼物，就高兴坏了。1瓶酒，1袋白糖，1包挂面，1个罐头，这也太不怎么样了。看来沈欣在魏家过得真不行，我终于把沈欣比下去了。妹妹主动要嫁的混混老公只想着要钱花，而她回门还得自己掏钱充场面。等她到娘家时才发现，姐姐的回门礼品比她还少。哎呦喂，有些人就算嫁到厂长家里了，
混的也不怎么样嘛，回娘家就带这么点东西，也不嫌寒碜。幸好没把这人娶回家，脑子真是有毛病。我的好妹妹啊，我看你提的也就是瓶二锅头吗？怎么还嫌弃起我的毛子了？不都是酒吗？有什么区别？是不是你婆婆看不起你，故意给你准备的这么单薄？不像我婆婆，生怕我拿少了，给我准备了好几样呢。这时沈家旺连忙出声阻止道：快别说了，那可是毛子啊，我这辈子见都没见过，这辈子如果能喝一口，就算马上去死也值了。然而沈柔却不以为意。爸，你别拦我，我可是实话实说。就是魏家那么有钱，却只拿这么点东西，太寒碜了。那你们这是看不上我魏家的东西了？那我拿回去就是了。魏迟说完就要去收桌子上的东西，沈家旺赶忙拦下，小心翼翼的道：这是哪里的话，怎么会看不上呢？沈柔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还有你李倩倩，真是头发长见识短的东西，不会说话别开枪。好你个沈家旺，居然当着孩子的面对我大呼小叫，这饭老娘不做了，谁爱伺候谁伺候。柔柔跟我回屋。李倩倩说完就直接拉着沈柔回到了卧室。柔柔你都收了，你婆婆是不是搓磨你了？妈，还是你好，婆婆连个鸡蛋都舍不得给我吃，我天天都吃不饱。好在邓闯以后肯定有出息。妈，我想让邓闯去黑市。黑市那怎么行？妈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而且在我梦里，邓闯能赚足1000呢。这么多，那还考虑什么？必须得去啊！可我们现在没本钱，我跟邓闯说彩礼和嫁妆都给你了，等下我开口借钱，你一定别轻易答应，还得让他写借条。李倩倩点了点头，沈柔就将邓闯喊了进来。柔柔肯定说好了借钱的事，这会儿是让我进来拿钱的吗？嘿嘿。只见邓闯高高兴兴的，对上的却是李倩倩的冷脸。邓闯，我女儿从没受过半点苦，可你竟让她新婚第1天就进了医院，回家后连个鸡蛋都捞不着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妈，这些都是暂时的，等我赚到钱，我保证都给柔柔。有这个心就行。听说你们要准备去黑市碰碰运气，需要多少启动资金？你给我打个借条，我借给你。邓闯闻言立马懵了，小声问道：柔柔怎么不直接给我？一家人怎么能说借呢？怎么回事啊？抱歉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妈不听我的，我也没办法。邓闯握了握拳头又松开，只能无奈的道：借就借吧，总比没有强。先100块吧，我少收点药材试试水。李倩倩心痛无比的拿出100，就让邓闯写了欠条。随后李倩倩又让他们从厨房拎着篮子，鬼鬼祟祟的出了门。沈家旺连忙喊住他：你干啥去啊？几点了还不做饭？要你管！哼！李倩倩被发现，索性就理直气壮的出门了。这老娘们前段时间居然知道了我在外面拼儿子，隔3差5就闹一场，现在更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了，太过分了。沈家旺只能十分尴尬的回到屋里。欣欣啊，那今天中午的午饭就要辛苦你了，爸爸今天专门买了肉、鱼，还有青椒和豆腐，就等你们回来吃顿好的呢。魏迟刚想反对，沈欣暗自拉了拉他的手，才道：行啊，那我今天就露一手。可3人来到厨房后，才发现里面干干净净的，连片菜叶子都没剩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想起来了，刚刚沈柔走的时候提了个篮子，一定是李倩倩把东西都给她带走了。贱人！哎呀，饿死了，怎么办呢？烦死了，总不能叫魏迟在岳丈家里饿肚子吧？走走走，爸请客，去国营饭店吃好的。3人到国营饭店吃饭完后，就分道扬镳了。魏迟有事要忙，沈欣连忙追上了他。魏迟，等等，对不起你。沈欣说完就鞠了一躬。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？还没做，现在要做了。婚前我说要给你绝对的自由，但奶奶昨天让我关心你到底在做什么，我也担心你现在做的事有危险。你很坦诚，我很开心，但若是想知道我在做什么，那就自己来了解。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沈欣看着魏迟的背影，凭自己的本事跟了上去，但他走了一段后，才发现后面还有人在跟踪。是谁？沈家旺只能摸着鼻子走了出来。是我，你跟着魏迟做什么？实话说，他是不是在外面有情况？没有的事，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呢？我怎么了？我清白的很。那什么，你要是有魏迟的把柄，一定要告诉我。然后让你早日当上后勤主任。我知道，你快走吧。这么一打岔，魏迟早没影了。沈欣只能回家补觉。可另一边的沈柔刚回家就被婆婆命令着打扫卫生。等她满头大汗的上桌吃饭时，却发现中午带回来的肉和鱼都没有。妈，我们带回来的鱼和肉呢？是不是还在厨房没端出来？那东西我跟人换成钱和肉票了。你们结婚的时候欠了一堆饥荒呢，总不能不还吧？我什么时候说不让你还饥荒了？但那是我妈特意给我买的，就想让我吃点好的补补身体。你怎么能一声不吭就换了？
换就换了，还得给你打个报告，你是我们邓家人，那就是我们邓家的东西，而且我又不是自己偷吃了，你生什么气？你什么就成你的东西了？金个儿这鱼和肉我必须吃到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她从娘家带回好肉好菜，竟被恶毒婆婆打发去做家务。等她期待着吃饭时，却发现桌上啥也没有。金个儿这鱼和肉我必须吃到，否则没完。我换都换出去了，难不成你让我从别人嘴里扣出来给你吃啊？你恶不恶心？不说其他的，你换了多少钱？把钱给我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你的我的？你进了我们家的门，还想藏私房钱啊？谁跟你我们了？赶紧把钱给我！邓闯别在这当个哑巴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兜里的钱是谁给的？邓闯左顾右看，不敢说话，但黄凤花可不是个傻的。儿子不上班，兜里哪有钱？除非他丈母娘给小闯钱了。听这语气，数额还不小了。来日方长，现在把沈柔得罪了，得不偿失。那什么，你看这事儿闹的是妈的不对，没提前征求你的同意，你就别跟妈计较了。我把换了的6块钱给你，你看成不？沈柔点了点头，邓闯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我真是太难了，老娘和媳妇没一个好说话的，还真是一个老泼妇一个小泼妇。最后沈柔中午依然吃得玉米糊糊，而另一边的沈欣则是一脸满足地摸着自己吃撑的肚子。谢谢奶奶，我感觉我得长胖3斤。哈哈，小馋猫，吃胖点好，反正奶奶养你。奶奶你真好。第二天，沈柔一上班却被同事们指指点点起来，真晦气，水性杨花，不知检点。沈柔，你真的你男人在医院干那事儿了？没有的事儿，姐你别听别人胡说八道，我才不是那种没有分寸的人。大姐撇撇嘴，却不是很相信。沈柔顶着各种闲言碎语，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天，回家却发现邓闯的大姐和三姐来了。又回来了，当初我们给你的200块钱彩礼钱，现在婚也结完了，是时候该还回来了吧？那是闯哥给我的，你凭什么要回去？凭什么？就凭这钱是我们2个出的。就是该还回来，那可是我女儿孝敬我的。哈哈，你们可真无耻！娶完媳妇儿你要彩礼可能吗？再说你们的钱可没给我，你们得谁了就找谁要去，不关我的事。弟妹，为了给你凑彩礼，我们家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就可怜可怜大姐吧。还钱，赶紧的，别什么便宜都想占。你们烦不烦？邓招娣，别哭哭啼啼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死了吗？福气都被你哭没了。邓来娣，你是不是脑子缺根筋？被利用了还在帮人数钱？还有你黄凤花，我给你面子叫声婆婆，我要不给你面子就叫你老钱婆了，还想把彩礼钱要回去，想屁吃呢？沈柔一口气骂舒服了，邓氏3母女却快疯了。你个贱人，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的，招娣来娣，给我打！沈柔刚刚骂人有多痛快，现在挨打就有多疼。只见邓氏3母女一顿暴打，还搜走了她身上所有的钱，沈柔只能哭着回娘家告状。妈！李倩倩赶忙出来，一见到沈柔就惊呆了。你这是被谁打了？脸上还有巴掌印儿，妈跟他拼命，我活剐了他。妈，我好疼啊！他们邓家不做人，我婆婆那老贱人叫了她2个女儿回家，还找我要彩礼钱，我没给，他们就合起来把我打了一顿。天杀的，造了什么孽遇到这样的婆婆？他们要死啊！你男人呢？邓闯就在一边看着你挨打，他肠胃炎住院了，还没回来。就在这时，沈家旺醉醺醺的从外面回来了。柔柔咋回来了？怎么被人打成这样啊？沈柔很快就委委屈屈的把事情经过都说了个遍，可沈家旺不仅不安慰，还幸灾乐祸的道：你看，我就说了邓闯不能嫁，看看这不就挨打了？再看看你姐姐嫁到魏家，现在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，不知道过得有多好。此话一出，沈柔沉默了。上辈子嫁到魏家的是我，那可是顿顿精粮，鸡鸭鱼肉更是想吃什么吃什么，不像邓家，除了咸菜萝卜就是咸菜白菜。你特么少在这里说风凉话，你就跟我说现在怎么办？女儿总不能就这样白让人打了吧？什么怎么办？凉拌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不要屁大点事就回家找爸妈，人是你自己选的，自己看着办。爸，我可是你亲女儿啊，你居然不管我。是我女儿又怎么样？结婚的事你听我的了吗？彩礼钱你给我了吗？况且他们为啥不打别人就打你？肯定是你做的不好。沈家旺，你在用嘴巴放狗屁，老娘跟你没完。你怎么学上了泼妇的那些个做派呀？你说谁是泼妇？看老娘今天不打死你！李倩倩气得上手就挠，沈家旺左躲右闪，也不敢闹得太过。行了，柔柔这事儿我都听你的，行了吧？你明天跟我一起把街道办的人请去邓家，我们给柔柔做主，还要把沈星喊回来，
一起去撑场面，最好把存款和财政大权要过来。好，我要做邓家的女主人。可是沈星她来除了添堵，还有啥用啊？傻呀你跟他好好联络下感情，最好让沈欣的公公婆婆给邓闯安排一份工作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拿捏住邓家人了。妈，我都听你的。第二天，沈欣收到后妈的电话，就回到了沈家。欣欣回来了，你妹妹在邓家受了委屈，跟我一起去邓家，给你妹妹要个说法。沈柔怎么了？受什么委屈了？此话一出，沈柔就顶着张红肿的脸走了出来。沈欣一下子愣住了。你这是？哼！沈欣，看到我这个样子，你很开心吧？柔柔，你咋能这么说话呢？那个欣欣啊，邓家的人实在是欺人太甚，要不你让你公公婆婆给邓闯安排个正式工作，这样柔柔的生活也要好过一点。他们还真敢想啊！后妈，我都还赋闲在家没工作呢，哪里是那么好安排的？你要真想给你女婿安排工作，多去打听打听，给他买一个不就得了？你特么忽悠谁呢？你不知道工作7、8百一个啊？还有你公公可是厂长，安排个工作还不是轻轻松松？你是不是不想帮忙？恶毒婆婆竟喊人把媳妇打成重伤，只因她想要回彩礼，而媳妇大哭着跑回娘屋，想的第一件事却是让姐姐给丈夫安排工作。我凭什么给你安排？你又是凭什么这么理所当然的？哼！我男人没工作，你是我姐，凭什么不给我安排？你男人有没有工作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好大的面子啊！欣欣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现在你妹妹有难处，你帮她一把，以后等你妹妹妹夫有出息了，一定忘不了你的好。就是等我们以后有钱了，随便露给你点，就够你吃喝不愁了。不然，哈哈，你还不知道自己以后日子过得有多惨吧？确实不知道，要不你跟我讲一下。沈柔忘不了上辈子，她在烈日底下摊煎饼挣生活费时，却看到沈欣坐在5星级酒店里吃饭。风水轮流转，这辈子我抢了他的首富老公，这破天的富贵也该轮到我了。想到这里，沈柔就开心地笑了出来。人呢，目光要放长远点，比如你现在就可以学习下摊煎饼，这样以后摆摊的时候也不至于手忙脚乱。沈欣故作疑惑道：什么摆摊？现在不是不让摆摊吗？活该你这辈子倒霉，老土帽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柔柔，不能这么说你姐姐。欣欣，你妹妹小说话不懂事，但你做姐姐的可千万别跟她一般见识。我知道工作不容易，但你要不先回去问问，万一可以呢？再说吧，不是要去办啥事吗？啊，对，今天我们先去找街道办，必须给你妹妹讨个说法。为了不被人发现，李倩倩就将沈柔的脸包了起来。但路过村口时，好奇的大妈还是把他们拦住了。哟，沈柔怎么包着脸啊？这天儿也不冷嘛，不会是让人给打了吧？沈柔自然是不可能回答的。李倩倩脸色也很难看，沈欣只能开口道：婶子，沈柔让邓家人给打了，打得还不轻呢。我们是去给沈柔要说法的。好事的大妈们一听，嘴巴都快裂到了后脑勺。这对母女平时趾高气扬的都看不起人，这回总算轮到我们看她笑话了。哎呦呦，这怎么刚结婚就让婆家给打了啊？沈柔该不是在外头偷人了吧？吴大丫，你这个老泼妇，你女儿才偷人呢，你全家都偷人。李倩倩，你个贱人，你全家才偷人，你敢侮辱我全家，我跟你拼了！两人说着就打了起来。沈欣故意劝架道：后妈你干嘛呢？吴大妈没有恶意的，她就是说话直了点，我们还是赶紧去找街道吧，再耽误人家都要下班了。沈欣，你是个聋子吗？人家都指着脸侮辱你妹妹了，这还没恶意？我们柔柔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有你这么个姐姐。今天晚上你别吃饭了，等你爸回来，我再让他好好教训你。李倩倩跟个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的说完后，才意识到沈欣已经嫁人了。那个啥，欣欣啊，妈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我刚刚就是太着急了，说话不好听，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啊。李倩倩脸变得这么快，老嫂子们更是鄙夷了。恶毒啊恶毒，动不动就骂人，还不让人吃饭，果然有了后妈就有后爹。你给我闭嘴，一天天的就知道碎嘴子，一天不挑事你们是能死怎么的？后妈大妈们都是好心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知道你笑话人家没有工作，可你是不是忘了你之前也是没有工作的，现在的工作还是接我妈的班啊。对了，我现在也长大了，你是不是该把工作还给我了呀？妈了个鸡，毁灭吧！沈欣这个贱人，不行，忍，我得忍。谁让我现在有求于沈欣，得罪不起他了呢？哈哈，那啥，欣欣你记错了，没有这回事，现在也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等回头我再跟你解释。我们现在先去办正事，反正我的目的达到了，正好可以去邓家看沈柔的笑话。我知道的，妹妹挨打了，走，
我们去给他撑腰。大妈、婶子、嫂子们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李倩倩咬牙切齿地拉着沈欣就来到了街道办办公室。可街道办的人听到黄凤花的名字，就更无奈了。这黄凤花还真是没个消停的时候，平时隔三差五的就跟邻居闹矛盾，这儿媳妇嫁进来了，又打儿媳妇儿，哎，糟心啊！郑姐，今天你当值，你跟着去邓家了解一下情况吧，能劝一定要劝。行吧，那我去一趟。真是倒霉呀，今天怎么就轮到我了呢？不行，女同志没有威慑力，能不能换个男的？没事，你就放心吧。黄凤花虽然刁了点，但还不至于对我们工作人员动手。李倩倩犟不过，也只能跟着郑姐来到了邓家。可黄凤花见到几人，却乖得不得了，又是接水，又是抬板凳的，就连邓招娣和邓来娣都十分老实。哼，我排面还真大，看看再刁的泼妇，看到我也得化成鹌鹑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我看黄大姐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。沈柔是吧？你们也好好处，多关心体谅你婆婆。长辈说你几句，你就听着，没有坏处的。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我们请你来是替我伸张正义的，不是让你向着这老泼妇助纣为虐的。就是啊，郑大妈，你是哪边的人啊？郑大姐脸一拉，顿时就不高兴了。果然全天下的儿媳妇都不是好东西，就算你婆婆哪里做的不合适，你做儿媳妇的也要多多包容。况且你婆婆为什么会无缘无故打你？你是不是该多反省反省你自己？我反省一个头，你个老娘们儿，颠倒是非，胡搅蛮缠，我特么跟你拼了！只见李倩倩气得直接将两人打倒在了地上。邓招娣、邓来娣连忙将黄凤花扶了起来。郑同志，你看到了吧？是他先动手的。黄凤花说完，就给了李倩倩一个大嘴巴子。我说沈柔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原来有你这个不懂事的吗？真是老泼妇生的小泼妇，没一个好玩意儿。我今天要是不收拾你，我黄凤花就不姓黄。黄凤花很快就又跟李倩倩打在了一起。刚开始两人还能打成平手，可直到邓招娣、邓来娣的加入，李倩倩就被按在了地上。沈柔见状目眦欲裂，拿着扫把就冲了过去。妈，躲开！亲妈竟被仆下人按着狂打，她看不下去，直接拿着扫把就冲了过去。爽啊！这里没一个好东西，最好是多打一会儿。来弟，还不快去把他的扫把抢过来！沈柔，注意，别被他抓住扫把，往他脸上招呼啊！此时黄凤花实在是受不住扫把条的威力了，赶紧大喊道：“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”沈柔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把扫把扔到了地上。李倩倩赶忙扶住了她。柔柔，你没事吧？妈，你受苦了。我管不来了，我就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泼妇。你们爱怎么闹腾就怎么闹腾吧。再见。郑大妈气冲冲的就这么走了。这时邓闯也回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柔柔，丈母娘，你们的脸怎么了？大姐、二姐，你们咋来了？大姨姐，姨，你怎么没受伤？这时沈柔嗷的一声哭着扑进了邓闯的怀里。闯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你妈把我欺负得多惨。沈柔很快就把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。邓闯连忙道：“妈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怎么能趁我不在家找我媳妇要彩礼呢？这钱给了就给了，哪有还往回要的道理？”你也别问了，你们这样的人家我女儿消受不起，离了吧。妈，我不离。不争气的东西，给我闭上你的嘴，听我说。其实我也没想离，主要是必须拿捏邓家。邓闯可是未来首富，那我就是未来首富的丈母娘，现在离了可真是太亏了。此时黄凤花也连忙道：“那个亲家母，我有错我改，但是我儿子对你女儿那可真是好的没话说，不信你问沈柔。”妈，闭嘴！丈母娘，我妈这是我给你俩道歉，但是你看我妈还有我大姐、二姐脸上的伤口也不比你少，就当扯平了好不好？不好，扯平不了一点，除非你们把存款还有当家全交给他，否则我今天就领他回去，这日子不过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谁家不是婆婆当家？你爱过过，不过就离，离的话把我们家彩礼钱还回来，别想占我们家的便宜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丈母娘不好意思啊，我劝劝我妈。邓闯说着就把黄凤花拉进了屋里。妈，你怎么能在这个关头添乱啊？我刚说服丈母娘给我投资100，情况好她还能再给300，结果你现在因为200彩礼钱跟人闹翻了，你让我怎么开口？这不是耽误我干大事吗？真的啊，他要能给你投300，让我跪下磕头认错都行，可这要当家全不行。
你媳妇当家的话，我以后还能有活路吗？妈，你糊涂啊！我爸的工资肯定给你，我以后赚钱的钱也给你，能给沈柔个零花钱就不错了。让他当家，也就是说好听，这种面上的东西，你让他又怎么样？儿子，妈就知道还得是你。现在咱家还有350多一点，不到400的存款，那不会都要给沈柔吧？那肯定不行啊！等会儿你就说只有35的存款。母子俩商量好，就从屋里走了出来。沈心也连忙从窗户后头绕回院子。亲家，你想让女儿有个保障，我也能理解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咱们家一共35块钱存款，我都交给柔柔，邓闯挣的钱给他，但我男人的工资还得给我，这没毛病吧？邓大强那35块钱的工资，我还真不稀罕，要的就是邓闯以后挣的钱。李倩倩心里满意，脸上还是故作为难道：“那就这样吧，只是你们家这么多年就35块钱，骗人的吧？我们家孩子多，花销大，能吃饱就不错了，哪里有什么存款啊？”后妈她骗你的，我刚去上厕所听到他们说还有350多，不到400的存款，他们故意说这么少，肯定是不想把钱给沈柔。胡说八道，小丫头听错了，不对，是我刚刚说秃噜嘴，说错了。亲家，你这一秃噜嘴就说少了10倍，也太不厚道了。妈，你不是说咱家没钱吗？妈，你有钱为什么还找我要钱，还让我们给小弟出彩礼？你们别吵了，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行了，你们家的事自己关起门来说，我一点不关心。现在就把350交给我女儿吧，以后邓闯挣的钱也要全部上交柔柔，其他的你们随意。丈母娘，这样不合适吧？我以后一定会挣钱给柔柔的，就不要惦记老人手里那点棺材本了吧？邓闯，你什么意思？这样吧，这钱亲家母可以拿着，等老道不会动了，就自己想办法，要么就把钱给沈柔，以后他们小两口给你们养老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，我唯一的儿子，你凭什么不让他给我养老？最多200，不能再多了。沈柔和李倩倩对视一眼，都点了点头。200也不少了，加上彩礼钱200，嫁妆钱200。天啊，我重生还600巨款的有钱人了。沈心见没什么好戏看了，就跟李倩倩打声招呼先走了。可没过多久，郑大姐竟带着公安来了。就是他们殴打我们这些公职人员，都带回局子里去问话。此时沈心刚回到沈家门口，就被一个小屁孩给拉到了一边。王浩，是你啊？有进展了吗？王浩是前些天沈心找的一个卖糕点的小屁孩，就为了找到魏迟每天到底在干啥。你男人真的胆子好大呀，他竟然在做。女人鬼鬼祟祟的拿钱给小屁孩，竟是让他去跟踪自己的老公。你男人真的胆子好大呀，他竟然在开饭店，都不怕被打了吗？地址在哪里？我去看看。好，我亲眼去看看。就在沈心转头要走时，爷爷突然钻了出来。我也要去。爷爷，您怎么还偷听呢？什么偷听？我光明正大的听。如果处理不好，小池这辈子就完了。我必须得亲自去看看。爷爷奶奶，你们去了我就完了，你们就当不知道行吗？不行。好吧，那你们必须得配合我。250秒后，魏老爷子戴上了帽子和墨镜，整整年轻了30岁。魏老太太的头发也换了，身穿墨绿色的旗袍。沈心也女扮男装，成了帅小伙。爷爷奶奶，得罪了，我等下就管你们叫爸妈，我就是你们的小儿子。我们家一家3口去吃饭，怎么样？不太好，你爷爷打扮得这么年轻，容易露馅儿。要不今天扮演3代同堂，奶奶、爸爸、儿子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你别想占我便宜，我坚决反对。3人说着，就很快来到了魏迟的饭店。走吧，我们进去。等等，来，郝大儿，给妈妈叫一个听听。哼，妈妈。3人走进去，刚坐下，就有人先上了一壶热水，然后拿来了一张菜单。这是我们的菜单，3人餐的是3菜1汤，一共4个菜。有票的话是6块钱，没有票是8块，先付钱后吃饭。居然比国营饭店都贵，先上菜吧。小武很快就进厨房对魏迟道：“迟哥，上一个3人餐，说是王红英介绍来的，一个大爷带着老娘儿子来吃饭。新客户，谨慎点。2人却没注意到一边暗处观察的沈心，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堂堂魏迟竟然出来当厨师，我还以为魏迟是老板呢。沈心想着，就一路小跑回到了座位上。爷爷奶奶，我们等下要吃的饭居然是魏迟做的，这孩子是真不让人省心啊！就是，干脆腿打断关家里得了，省得把天捅破了，我也都不住。这时菜也陆陆续续上来了，老爷子跟老太太迫不及待的，竟将3菜1汤全都吃得干干净净，简直是有生之年啊！
这还是我第一次吃到大孙子做的菜。正说着，魏迟就亲自走过来上一壶茶水。你们好，我是今天的厨师，请问你们对今天的菜品满意吗？很满意。这个打扮的跟花孔雀一样的男人，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满意是挺满意的，就是你这店里也没人，能挣钱吗？这个怎么这么像我奶？不过我奶可不会这么穿，一定是幻觉。其实挣不挣钱的无所谓，我主要就是喜欢做菜，看到客人们吃得满足，我就开心。呵，我这是被群嘲了吗？好奇怪的客人。爸奶，我们回去吧。这个男的声音好娘，这家人怎么这么奇怪？沈心才不管他，拉着爷爷奶奶一出门就笑得前仰后合。好险好险，我还以为他发现了呢。没发现好啊，咱们明天还来吃。奶奶不能再来了，否则魏迟肯定会发现的。发现就发现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他又不能连夜跑路。结果偏偏怕什么来什么，三人走走停停回到家，就在院子里看到了魏迟。我就猜到了是你们，又是你吧，沈心。我说没说过让你不要管我的事？既然你一而再违背承诺，那这段婚姻也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。魏迟，婚姻不是儿戏。我不同意，你要非得离婚，那你自己搬出去，反正家里有你没你都一个样。但如果没有星星，我们就是两个孤独的老人。这丫头，怪不得敢这么嚣张，感情是直接给老头老太太拿下。沈心，我们聊聊。好，那我们去书房。说说吧，你咋想的？我最开始只想嫁进来躲开我爹和后妈，至于你想做什么，我真的不在意。但是呢，你每天忙忙碌碌，也不知道在忙什么，奶奶担心，害怕你走错路，所以我才……你说的有几分道理。我今天在做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，说说你的看法。没有菜单，价格太贵。现在是70年代，人们最基本的温饱需求都没有解决，现在只需要大油大肉，平价。沈心一口气说了很多中肯的意见，句句一针见血，这令魏迟十分的惊喜。那你能帮我说服我爷奶爸妈吗？我有什么好处？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对着干，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？你说服爸妈，我们一起经营，利润3-7分，怎么样？46，不行就拉倒。好，46就46，我一个大男人，不跟你计较那么多。等等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。沈心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46我已经很吃亏了，你别太过分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要说的是让你帮我补习高中知识。1个月后，沈心说服了魏迟爸妈，魏迟也拿着新鲜出炉的营业额回来，激动道：上个月生意冷清成那样，这个月的生意居然好了不少，还接了好几个私人宴请，我们居然挣了632，这可都是你的功劳。我决定还是跟你55分，给这是316。沈心接过钱，心情也很激动。但第2天周日，李倩倩就打来电话，喊沈心带魏迟回家吃饭。什么事啊？神秘兮兮的。李霞啊，没看到我们带了这么多礼物回来吗？这是发生了什么好事了？是有好事，就是我们家邓闯啊，去黑市倒腾了点东西，赚到了点钱。沈柔语气漫不经心，脸上的得意都快要溢出来。沈心却不接话，沈柔立马着急道：你怎么不问我赚了多少钱啊？哦，那请问妹夫赚了多少钱啊？110块钱，整整110块，厉害吧？这都顶得上我5个半月的工资了。不过姐姐你也没上班，也没个其他进项，想必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他把神志不清的姐姐丢出去，然后迫不及待地开始脱衣服，就为了跟小混混吃一顿海鲜。只因他是穿越者，小混混是未来亿万富翁，现在小混混赚了100元，他就在姐姐面前炫耀：我老公挣了整整100亿呢，厉害吧？算了，我跟你说什么？你又没上班，他是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笑死！我还以为多少钱呢，真想把老公昨天分我的316块钱拿出来扔到他脸上，不过非必要，我才不露富。厉害，您可真是太厉害了，恭喜你啊，发财了。哼，你知道就好，以后我们家邓闯还会源源不断的挣更多的钱，甚至成为首富。哎呀，你会为我开心的吧？会，我可太为你开心了。魏迟现在做的和邓闯做的，其实都是政策还不允许的事。不过黑市的消息更灵通些，万一邓闯被抓，我就让魏迟连夜关店。后来，魏迟的饭店生意越来越好，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爱上了沈心。只是沈心还一无所知，就在中秋节这天，带着魏迟回了娘家。咋的了这是？都过节了，还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。哎，你妹夫的货被人没收了，损失严重。此话一出，沈柔突然扑了过来，沈心见状连忙闪开，沈柔就这么直接摔在了地上。但她也不恼，反而还舔着脸哀求道：姐姐，求求你了，让你公公婆婆找人，帮我们把货要回来吧。不行，违法乱纪的事儿我们不做。我只是求你们帮一点小忙，你们都不愿意。姐姐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呸呸呸，我什么都没做，怎么就要逼死你了？
去黑市摆摊儿又没有人拿刀逼你们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总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吧。沈心，你们是亲姐妹，帮帮你妹妹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不应该，我妈只生了我一个，我可没有什么妹妹。说起这个，后妈，把我妈的工作还我。我不还，那是当年沈家旺许我是承诺的，否则我一个黄花大闺女凭什么嫁给他一个二婚带娃的？妈，给他，大不了我把我的工作给你。闯哥被没收的货物价值整整1000呢，如果单靠工资，不吃不喝也要攒5年，5年后什么光景还不一定呢。好吧，我同意。一旁的沈家旺则默默旁观不说话，因为他的姘头昨天把孩子给摔没了。那可是个男婴啊，儿子都没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这几个人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吧，我都懒得管了。行吧，那我现在先打听打听，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于是沈心未迟饭都没吃就走了。你别着急，这个事情我先去打听打听，看看是个什么风向。谢谢你。其实我妈的工作也不是非得要回来，我就是不想便宜李倩倩。你放心，我岳母的东西本来就是你的东西，我一定帮你要回来。晚上，魏迟风尘仆仆的回来，就着急道：有消息了，最近的风向有点紧，但货物倒是都会还给他们，凭条去领就行了。只是下次再抓到，不仅要没收所有货物，人也要进去。我们的饭馆最好现在，最多再有1个月，必须关停。哪有那么严重？现在只是查黑市，还没到查我们的时候呢。魏迟这敏锐度不太行啊。罢了，等到下次邓闯再被查，必须连夜关。那通知什么时候出来？3天后。不过沈柔、邓闯又不知道，我们可以打个时间差。正好我有兄弟是负责这个的，条子我已经要来了。太好了，那我们明天就去找李倩倩要工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沈心出现在沈家时，李倩倩还有些发愣。这么快？那个欣欣啊，要不你先把条子给我，我再还你工作。反正拖着拖着，我就不还了。先把工作还我，我没有什么耐心。哎呦，据说邓闯的货价值1大千吗？怕是这辈子都别想要回来了。还，我现在就跟你去办手续，行了吧？先把1000拿回来吧，反正靠沈家旺是不成的。他那个姘头摔到流产的事就是我做的，虽然沈家旺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我只有把钱拿在手里才有底气。交接手续办得很快，李倩倩也乐呵呵的拿着条子就走了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准备把这工作卖了，然后以我妈的名义在机械厂建一个女性特殊时期帮助中心。简单来说，用这个钱买一些月事带，放在厂子的医务室，供特殊时期的女性免费使用。魏迟看着沈心，感觉她好像在发光，他心跳的有些不受控制。好，那卖工作的事情就交给我吧，我一定给卖个好价钱。辛苦你了，就让这份卖工作的钱用来造福机械厂的女同志吧，给大家提供个方便。之后，邓闯就顺利的拿着条子领回了货物，沈柔也干脆利索的去和李倩倩办了工作交接。柔柔啊，那你没工作了怎么办？目光要放长远，1个月20块钱的工作我干着也没劲，而且闯哥现在越做越好，很快就是首富了。这个工作没有就没有吧，无所谓了。沈柔还洋洋得意他有多么的聪明，却忘了他的工作卖掉也值1000。2天后，沈柔和邓闯一起在黑市摆摊，就收到了工作人员的通知，来，大家领回自己的单子，自行领回货物啊。沈柔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。沈心这个贱人，如果当初我们没有病急乱投医，挺过这3天，就什么都不用付出了。罢了，明年高考就会恢复了。且是沈心初中都没读完，这辈子更不可能超过我。到那时，我美美的去读书，既有面子又有里子，而那沈心只能仰望着看我。沈柔在得意洋洋只想不做的时候，沈心正在刻苦刷题。欣欣，有你的电话。来了。欣欣，是我，你今天下午回家一趟吧。啊不，先别回家，我们还是在外面说吧。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50岁老头喊女儿回家，竟偷偷摸摸的要在外面见面，只因为他当了一辈子的小喽啰，女婿是厂长儿子，他就想卖女求工作。欣欣，那个后勤主任马上就要退休了，和我竞争的还有2个人，爸需要你帮忙，帮爸拿下这个位置。你先把我母亲留给我的东西还给我，我考虑考虑。你妈妈去得早，看病还花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，真的没留下来什么。停，你不给就算了，反正我在魏家吃喝不愁，但帮忙的事你也别找我，我帮不了一点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妈其实给你留了一封信，让我18岁的时候交给你，但我去年忙，把这事给忘了，要不你现在就跟我回去拿。好，那我就先看看信再说。2人吃完饭回到家，沈家旺翻箱倒柜才终于把信找了出来。沈心来到院子才把信打开。亲爱的女儿，当你看到这信时，我已经不在了，妈妈非常抱歉没有陪伴你长大，但如果有时间会来看我的吧。我在我的坟前种下了2棵松柏树，
现在应该已经长得很高了吧？沈星看到这里，再也忍不住的哭了出来，却没注意到魏迟什么时候来了。这是谁家的小孩啊？怎么哭得这么伤心？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吗？我没想哭的，可是眼泪他忍不住。不对，母亲为什么会专门提起松柏树？谁会死之前就往自己坟前种树啊？除非是有别的目的。难道魏迟，我想去看看我妈。好，不过这天也不早了，明天我陪你去吧。不，现在就去。1个半小时后，沈欣总算来到了母亲墓前，并在松柏树下挖出了一个黑色的盒子。欣欣，你快看，里面有一封信。沈欣手有些颤抖，打开遗书，才了解到母亲和沈家旺的婚姻其实并不幸福。欣欣，他大概也不会是个好父亲，所以我另外给你准备了大黄鱼10根，小黄鱼20根，翡翠镯子、金镶玉平安扣、宋朝的剑盏，还有2000块现金。除了2000现金，其他的东西都对得上。丈母娘是真的费尽苦心，不过我这老丈人是真不行啊。随后沈欣又跟妈妈说了几句话才离开。第二天，沈欣直接带着遗书去厂里找沈家旺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全部都是留给我的。那2000块钱立刻马上现在给我拿回来。沈家旺却不心虚，反而猥琐地看了一圈，确定周围没人才继续问道：这么多好东西你哪里来的？一定是有心人为了骗你离间我们父女，要不我们一起分了，也免得你担风险。这是我妈坟前挖出来的。欣欣，你听我说，你妈是留了些钱，但这么多年你又要吃又要花的，早就不剩下什么了。哼，我妈不只留下了钱，还留下了一封你以权谋私、贪污腐败的证据。你要是不把钱给我，我就把这份证据交到厂子里。沈欣只是试探地说了句话，沈家旺却肉眼可见地慌了。什么证据？你给我看看，不然我怎么能相信你？这种东西怎么能轻易给你看？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只给你3天时间筹钱，否则别怪我上交了。沈欣敢赌，沈家旺可不敢，他立马道：3天后一手交钱一手交东西，还有别忘了我后勤主任的工作，现在可是竞选后勤主任的关键时刻，我千万不能出事啊！沈家旺想了想，连忙找到了自己的姘头。这些年我可没少给你真金白银，现在我有难，你再怎么也得支援我点吧。此话一出，小寡妇就开始哭穷，说自己这么多年多么的不容易，说自己身子虚难受。我才小产了，这可是你的吧？那我不得补点营养啊，这样才能早点给你生儿子啊。于是沈家旺1毛钱没要着，又倒搭了20块钱营养费。沈家旺没办法，只能又把主意打到了家里。那个倩倩啊，你手里应该有不少私房钱吧？可不可以借我点？你做梦，我1分没有，你也别想打沈柔的主意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最后沈家旺求爷爷告奶奶跟同事借了200，又找沈柔拿了600块，在第3天总算是凑够了2000块钱。这3天真不是人过的，我为了给你筹钱低声下气的求爷爷告奶奶，欠了一屁股饥荒。错，你不是为了我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别说那些没用的，证据呢？沈欣也拿出一个信封推了过去，回家再看，省得你看了太激动到不了家。好，我会的。沈欣看着沈家旺深信不疑的样子，差点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我都不敢想象，等他回到家，看到信封里头空空的白纸，会不会气疯？不过那就不是我该关心的事了。时间一晃就来到除夕，沈欣收到了4个沉甸甸的大红包后，正准备睡觉，就看到魏迟满脸通红的走了进来。你这是喝了多少啊？赶紧去洗漱睡觉。我不要睡觉，我要我媳妇。你媳妇在这儿呢，那我带你去洗澡好不好？好。沈欣带着魏迟进了卫生间，就哄道：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你听话乖乖冲个凉就出来睡觉好不好？不好，我要媳妇陪着我。你可真是我祖宗，我陪你好了吧？魏迟笑了笑，就开始脱衣服。沈欣脸红的连忙转过身去。不对啊，我不好意思什么，我们是合法的，看看身材怎么了？沈欣想着就悄悄地偷看了一眼。身材真不错，胸肌腹肌都在线，那啥也不错。其实魏迟也在偷偷观察沈欣，他应该不反感吧？看来我还是不错的。漫长的洗澡时间后，沈欣难为情的正要走，却不小心打滑的差点摔了。魏迟连忙扶住了他。完了，他明天不会记得这段吧？我现在该怎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？我还要不要继续装醉呢？都到这一步了。魏迟想了想，直接将沈欣公主抱到了床上。欣欣，你愿意吗？18岁男人第一次求爱，妻子却一句话都不说，失意的他只能转身离去。殊不知妻子其实是太害羞，见他要走，连忙抱住了他。傻子，我愿意。真的吗？沈欣，我喜欢你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子。第二天，沈欣睁开眼时，已经是中午11点半了。禽兽！嘿嘿，我是禽兽，我承认。不过你也不要生气了，你昨天不是也很舒服吗？
你还说我错了，不说了，我以后只用做的好不好？魏迟说着就亲了一下沈心的手心，沈心赶忙缩回手来，惊讶道：“你现在怎么这么浪荡？”有吗？就算有也没什么吧，我只对着自己媳妇浪，又不对别人浪。你是高兴了，我可惨了，腰酸背痛腿抽筋。那我给你按按，我按摩手法可好了，保证按完你哪都不疼了。你这按摩正经吗？正经，100%正经。魏迟，你摸哪儿呢？哎，不对啊！大年初二，沈心就带着魏迟回到了娘家。沈家旺本来笑得挺开心的，看到他们后，脸色迅速冷了下来。沈心当初竟摆了我一道，害我白白损失了2000，这就算了。最后我后勤主任也没当上，本以为沈心嫁到魏家能帮衬我呢，没想到还反过来黑我的钱，真是不孝女。妹妹，这是发生什么好事了？这么高兴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啦，就是我们家邓闯年前卖烟花挣了足足5000块哦。姐姐，你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啊，对，何止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钱呢。哈哈，你也不用阴阳怪气，我知道你是嫉妒我，不过你嫉妒也没用，不是你的就算强求也没用。那你得把你的5000块钱看好了哦，别从手里溜走了。放心吧，1分钱都流不到你手里。这时，李倩倩也大方地将鸡鸭鱼肉各种大菜端上了桌。这些可都是小闯提前买过来的，你们都是沾了他的光了呢。小闯果然是最有出息、最有能力的，毕竟啊，人靠家里总不能靠一辈子，自己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。哼，嘿嘿。此话一出，沈心就忍不住了。爸，你什么意思？句句都在内涵魏迟，怎么嫌弃他呀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还在机械厂工作呢，是不是想试试降职的滋味啊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就是单纯的夸一下小闯都不行啊，你怎么这么霸道？是不是你心里有数？反正你说魏迟不好都不行，我不允许。媳妇好霸气，媳妇怎么这么好啊？行了，这么多好菜都堵不住你们的嘴。媳妇吃这个？哼，上辈子魏迟明明拽的不行，脾气还差，怎么会给沈心夹菜啊？再一看邓闯正抱着大棒骨嗷嗷啃，别说夹菜了，恐怕都不记得还有个妻子，气得沈柔用脚狠狠踢了他一下，可谁知他不小心踢到了魏迟，魏迟才不会惯着他，又用力踢了回去。啊，好疼！果然还是那个恶劣的魏迟，半点都不会让着别人。但沈心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，能让魏迟对他言听计从的啊？吃完饭，沈心觉得实在没什么意思，就带着魏迟走了。过年期间饭馆生意最好了，我不让你营业，你会难受吗？不难受，钱是赚不完的，适当的陪家人也很重要。而且过年的时候鱼龙混杂，啥人都有，容易出事。你能这样想就好，这段时间一定要多关注风向，以后赚钱的时候还多呢，咱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冒险。我都听你的。那我这么听话，今天晚上可以奖励多做3次吗？一共5次，行吗？你不行，你别得寸进尺。4次总行吧？最多3次，爱做不做，不做拉倒。好吧，就依你。时间一晃来到了6月，魏迟的饭店旁也来了个不速之客。隔壁的布局、菜单都和我们家一模一样，偏偏每样菜价格都要比我低那么一点点的，不行，我忍不了了，我要找他们辩论，就没这么欺负人的。等等，开饭馆的是谁？冯远，就是我们结婚那天非要灌你酒的那个。哦，暴力解决不了问题，你去砸他们的店，那我们的店也会遭殃，但我们可以。太好了，我看冯远这下还怎么学。这天晚上，沈心魏迟正准备运动，沈心就接到了沈柔的电话，还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。哎呀，你别说了，给我，沈心，你们赶紧立刻马上给我回家。魏迟一脸欲求不满，不回去行不行？反正那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们出事关你什么事？别啰嗦，赶紧的，我是担心你，万一是邓闯在黑市出事，那你这边的饭店就得立马停止营业。魏迟只能不情愿地跟着沈心来到了沈家，只是沈柔直接跪了下来道：求求你了，救救邓闯吧！黑市突击检查，把所有卖家连人带货都带走了。我本以为会像上次那样，关个3天就放出来，谁知道3天后一点音信儿都没有。你没托人找关系问问？问了，他们说这次是真的严查，货物全部没收，人全部都要蹲篱笆子，但照情节轻重，蹲的时间不同。闯哥真要进去了，我怎么办啊？那我还怎么做首富夫人啊？行了，别哭了，具体情况我再去打听一下，能不能帮到你还不确定，如果能帮，我不白帮。我知道的，只要邓闯能被放出来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沈心点点头，连夜就拉着魏迟把饭店给拆了，任何人再来都看不出来这里曾经是个饭馆。第二天，沈柔再次打来了电话，这次情况很严重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帮不了你们。你个
沈柔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，然后唰的把电话挂了。沈星才没在意他的无能狂怒，没本事的人才发脾气呢，有本事的都直接采取行动了。当晚，冯书记竟来到了魏家。老魏，有一群人带着洪秀姑把我儿子的饭馆查封了，你快救救他！